在战神4里，奎托斯的儿子阿特柔斯曾经这样问过他一句话：“你见过神吗？”当时听到这句话的奎托斯沉默了，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在希腊的那些日子。新入坑的单机玩家大多数或许只了解奎托斯杀光了希腊所有的神，但并不知道他究竟背负了怎样的仇恨和伤痛，才成为了玩家们所熟知的战神奎爷。所以今天我会用战神曾经的3部曲来给大家讲一讲奎托斯的故事。最初的奎托斯在斯巴达军中是一名最年轻的队长，而且他极度渴望更加强大的力量。一开始他只统领了50个斯巴达士兵，靠着自身强大的力量以及残忍的作战方式，奎托斯很快就在战场上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手下的军队也从50人扩张成了数以千计。虽然他深爱的老婆和女儿不想他一直身处战场之中，但是奎托斯依旧有着想要带领斯巴达征服世界的野心。直到奎托斯遇见了一支来自东方野蛮人的军队，在成千上万的野蛮人的进攻下，奎托斯所率领的斯巴达军队也仅仅只支撑了几个小时。在即将战死的时候，奎托斯大声地向战神阿瑞斯祈求，他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以及灵魂，希望战神阿瑞斯能够帮助自己消灭眼前的敌人。或许真的是奎托斯那不顾一切的呼救起到了效果，天空从中裂开，巨大无比的战神阿瑞斯浮现了出来，一个来自奥林匹斯的神就这样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阿瑞斯就这样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奎托斯，帮助他杀死了所有的蛮族人，还让奎托斯成为了自己的仆人，并且将会把他打造成完美的战争机器。阿瑞斯赐予了他一把从冥王哈迪斯所在的冥府当中最邪恶的地方打造出的双刃，名为混沌之刃。装备上以后，混沌之刃的锁链将会同时灼烧肉体和灵魂，并且永远无法取下。这既是强大力量的代价，也是对奎托斯一个永久性的提醒，提醒他的命运已经被众神套牢。从这以后，奎托斯凭借着阿瑞斯赐予的力量和混沌之刃，以阿瑞斯的名义开始四处征伐，为他杀掉那些不信奉战争之神的人。但奎托斯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即将迎来最痛苦的阶段。他在一次帮助阿瑞斯摧毁智慧女神雅典娜神庙的时候，因为沉浸在杀戮欲望当中，奎托斯竟然亲手杀死了本不应该出现在雅典城的老婆和女儿，而造成这一切的真凶正是自己的主人战神阿瑞斯。阿瑞斯希望能把奎托斯打造成彻彻底底的杀人机器，而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杀死仇人、无辜之人以及至亲之人。而让奎托斯杀掉老婆和女儿的阿瑞斯却不知道他已经彻彻底底触犯了奎托斯的逆鳞，奎托斯势必要让阿瑞斯付出代价。就在大火吞噬了神庙的时候，雅典城的先知对奎托斯施加了诅咒，他妻女的骨灰将会附着在他身上，永远无法抹去。斯巴达的幽灵这个名号也会伴随他的一生。自从奎托斯有了想要打破誓言的想法，妻女的幻象就会不断在脑海中出现，让他终日沉浸在伤痛之中。然而一个幽灵的出现为奎托斯指引了方向，只要他去德尔菲神殿寻找预言者亚利菲尔亚，就能找到真相。为了摆脱与阿瑞斯的誓言以及终日困扰自己的幻象，半信半疑的奎托斯踏上了前往德尔菲神殿的路。历经重重阻碍，奎托斯斩杀了无数怪物，并将3条巨蛇机关启动，打开了通往神殿的路。来到神殿，奎托斯遇见了贤者卡斯托尔兄弟。贤者见到眼前这个不带祭品甚至还蛮不讲理的凡人竟敢无视自己，于是立马伸手拦住了奎托斯的去路。但向奎托斯要祭品的人他还是第一个。卡斯托尔随即扯掉衣服，将自己的弟弟露了出来，但奎托斯可不会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一番激烈的大战过后，奎托斯直接将贤者卡斯托尔活活打死。见贤者的弟弟接管了身体，奎托斯直接抓住弟弟，砸穿了神殿的地面，就在半空中硬生生将连体的兄弟2人撕开，并一脚踩死了刚分手的弟弟。但预言者却被战斗波及，生命垂危。临死前，预言者告诉了奎托斯全部的真相。原来奎托斯一直以来所遭受到的幻象都是复仇女神所为，而这一切的起因要从一场比泰坦之战还要早的大战说起。在那场始于混沌的战争之中，复仇女神诞生，他们不归顺于任何一方，只为惩罚那些背叛誓言的人。而他们惩罚的第一个叛徒便是背叛了宙斯的百臂巨人埃盖翁。之后百臂巨人的身体被改造成了关押背叛者的监牢，成为了世人的前车之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权力的渴望逐渐侵蚀了复仇女神的内心。而此时已经密谋了多年的阿瑞斯准备推翻宙斯的政权，于是他与复仇女神结合，想要造出一个残忍无情的完美战士来完成他们的计划。不久后他们生出了奥克斯，但奥克斯的体质却让他们失望透顶。于是阿瑞斯抛弃了这个儿子，开始寻找新的完美战士，而复仇女神则将看守誓约的任务交给了奥克斯。一直到奎托斯的出现，才让奥克斯对自己母亲的忠心产生了动摇。而一开始指引奎托斯的幽灵就是奥克斯，因为奎托斯正是被阿瑞斯选中的那个完美的战争机器。为了让奎托斯绝对的效忠自己，阿瑞斯和复仇女神为奎托斯打造了3滴血计划，分别是杀掉蛮族首领的敌人之血、不信奉阿瑞斯凡人的无辜之血，以及奎托斯妻女的至亲之血。而至亲之血无疑是触犯了奎托斯的逆鳞，他势必要让阿瑞斯付出代价，哪怕他是神。而奥克斯正是因为这残忍的3滴血计划，于是就前去询问亚利菲尔亚。随后亚利菲尔亚利用真实之眼帮助奥克斯看清了父母想要推翻奥林匹斯的阴谋。但警觉的阿瑞斯先一步派出复仇女神，抓住了想要前去警告宙斯的2人，并残忍地挖下了亚利菲尔亚的双眼，将真实之眼藏在了提洛岛的提灯里。而奎托斯想要打败复仇女神，解除与
与阿瑞斯的契约，就必须前往海对岸的提洛岛寻找真实之眼。得知真相的奎托斯再次踏上了寻求自由的道路。就在前往提洛岛的港口，奎托斯又一次遇见了想要帮助自己的奥克斯，但在奎托斯的眼里，奥克斯始终是复仇女神的人。于是他果断地拒绝了奥克斯的帮助，带着无尽的怒火，独自一人前往提洛岛。来到提洛岛，阿基米德为阿波罗建造的雕像已经损毁，而真实之眼就在雕像脚下的提灯之中。就在奎托斯快要靠近提灯的时候，周围的场景变化成了斯巴达的城市。一位斯巴达士兵出现，并希望奎托斯能够继续带领他们四处征战，但奎托斯直接识破了幻象，哪怕周围的场景变成了自己在斯巴达的家，他也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见无法迷惑奎托斯，复仇三女神中的美基拉和提西弗涅随之现身，并立马召唤出了斯巴达军团的幻象。奎托斯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一击就将幻象全部击溃。随后他抓住一旁美基拉的头，朝着石柱就狠狠地撞了过去。见美基拉想反抗，奎托斯直接硬生生扯下了他的手臂。紧接着提西弗涅带着邪灵出现，救下了美基拉。奎托斯可丝毫不惧，他将混沌之刃猛地插进美基拉的身体，直接将他当作武器，朝着提西弗涅就砸了过去。此时突然出现的海怪却将提灯拖入到了大海之中。奎托斯现在已经顾不得这些，当务之急就是先要把提西弗涅给弄死。但复仇女神的大姐亚历克图却突然出现，并束缚住了奎托斯。复仇三女神也悉数登场。就在他们准备处置奎托斯的时候，奥克斯突然出现，就在三女神的眼皮子底下救走了奎托斯。脱离危险之后，奥克斯将自己用作保命的誓约石交给了奎托斯。经过了这件事，奎托斯也对他放下了戒备。为了寻找前往提灯的路，奎托斯历经重重阻碍，来到了雕像的上方，利用之前从贤者那里获得的响尾蛇护符，将时间倒转，恢复了雕像原本的模样。最终奎托斯进入到了提灯的内部，并成功的拿到了真实之眼。可就在奎托斯准备离开的时候，失去了保命手段的奥克斯却被复仇三女神抓住，而奎托斯手里的真实之眼早就已经被调包。见这种情况，奎托斯立马冲上去想要抢夺，但一旁的提西弗涅趁这个机会操纵邪灵将奎托斯手中的誓约石抢走。而没有了誓约石的奎托斯自然无法挣脱大姐亚历克图的束缚。随后奎托斯被复仇女神关押在了由百臂巨人身体打造的监牢之中。而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将日夜折磨奎托斯，就连响尾蛇护符也被夺走，只为让他再度成为那个对阿瑞斯忠心耿耿的仆人。奎托斯的复仇之路就这样结束了吗？ Never again. 在经过了漫长的折磨以后，逃脱的时机终于来了。美基拉因为被奎托斯砍掉了手臂，所以一直怀恨在心。就在美基拉发现心中怒火的时候，奎托斯找准机会挣脱了身上的束缚，永别了牢笼。随后气急败坏的美基拉想要借用百臂巨人的力量来对付奎托斯。美基拉将巨人的头颅感染，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怪物。然而百臂巨人只不过是一具躯壳罢了。奎托斯顺着巨人被感染的手臂，用混沌之刃的锁链勾住了巨人头上的美基拉。靠近以后，直接将整把混沌之刃狠狠地插进了美基拉的胸口，反手再把他拽了下去。借着下坠的力道，奎托斯又再一次发动攻击，二人重重地砸在了地面。在美基拉的尸体上，奎托斯拿回了响尾蛇护符，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朝着剩下的两个复仇女神所在的神殿杀去。路上他又从提西弗涅的邪灵身上夺回了奥克斯的誓约石，而复仇女神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制造了斯巴达国王为奎托斯册封大将军的幻象，但却被奎托斯一眼识破。 This is Sparta! 但接下来的场景却让奎托斯这个嗜血残暴的战士流露出了仅剩的一丝温情。他回到了自己在斯巴达的家中，当他推开门的一瞬间，熟睡中的女儿卡利俄佩就躺在那里。奎托斯轻轻地来到她的面前，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奎托斯竟然笑了，阿特柔斯估计这辈子都没见过。随后妻子吕珊德拉也出现在奎托斯的面前。就在夫妻二人准备欢喜的时候，奎托斯意识到了眼前只不过都是复仇女神制造出来的幻象罢了。他借这个机会一把从亚历克图的身上夺回了真实之眼。随后提西弗涅也出现在了神殿之中，拥有了真实之眼，奎托斯再也不会被幻象所迷惑。那么接下来就是决战的时候了。亚历克图直接幻化出了本体，将奎托斯拖到了大海之上。奎托斯利用混沌之刃的锁链，灵活的在亚历克图身上穿梭，而他的真面目也缓缓的呈现在了奎托斯的面前。惨烈的战斗过后，奎托斯击溃了亚历克图的本体。这时提西弗涅又想要再次操纵邪灵攻击奎托斯，但这一次奎托斯不会再给他机会了。他一把抓过邪灵，真实之眼就像板砖一样，一下下的将邪灵砸得烟消云散。失去了邪灵的保护，提西弗涅无论变成谁的模样，都已经无法阻止奎托斯杀死自己。随后奎托斯走向了亚历克图，他毫不犹豫的将两把混沌之刃全部插进了亚历克图的胸口。亚历克图随之化为飞溅的液体，逐渐消散。复仇三女神死在了奎托斯的手里，但与阿瑞斯的誓言就真的解除了吗？回到家中以后，奥克斯来到了奎托斯的面前，本以为已经成功打破誓言的奎托斯当即表达了对他的感谢，但接下来奥克斯道出了真相，原来誓言并没有打破，复仇女神死前又再次将他变成了奎托斯的誓约守护者，而奎托斯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
须亲手杀死奥克斯，这也是唯一让二人都能解脱的方法。最后在奥克斯的恳求下，奎托斯将匕首刺进了他的身体。随着奥克斯的死，誓言终于被打破，紧接着便是一切真相所带来的痛苦，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奎托斯的脑海。他犯下的滔天罪孽，他亲手杀死的妻女，他在野心驱使下造成了大量无辜之人惨死。残忍的真相从这一刻开始成为幻觉，永远的在奎托斯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故事的最后，奎托斯亲手烧掉了自己的家，并离开了这唯一的家园。他要启程前去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而接下来的故事便是奎托斯为众神效力10年的漫长岁月。但正是这10年当中的煎熬，让奎托斯彻底对奥林匹斯众神失去了信仰和信任。我是修仙狂魔，咱们奥林匹斯之恋再见。随着奎托斯打破了与阿瑞斯的誓约，他曾经犯下过的罪孽就开始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为了摆脱时刻缠绕自己的噩梦，奎托斯以为众神效力10年的代价来换取众神的宽恕。而战神奥林匹斯之恋的故事也正是发生在这10年之间。此时波斯大军进攻了希腊，觉得脸上无光的众神派出了奎托斯前去迎战波斯大军，就连复仇3女神都死在了奎托斯的手里。波斯人的军队在他面前也只是如同蝼蚁。奎托斯一路杀到了波斯人的将领面前，嚣张的波斯将领还以为奎托斯只不过是一个送信的使者，言语中无时无刻都在羞辱着希腊众神。奎托斯没有跟他废话，几招就将波斯将领打倒在地。最后在将领的求饶声中，奎托斯用将领掠夺的财宝将之活活砸死。路上奎托斯还解救了2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接着奎托斯一路追杀波斯人带来的蛇妖，最终在港口撕烂了蛇妖的嘴。做完这一切，奎托斯来到山顶，他厌倦了众神交代给自己那无穷无尽的任务。话音刚落，天空中就爆发出了剧烈的光芒，随之而来的就是太阳朝着地平线迅速跌落，世界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奎托斯心里明白，这不是众神对他的回应。为了搞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奎托斯来到了太阳跌落的地方。随后雅典娜通过神像告诉了奎托斯前因后果。因为太阳神赫里俄斯的突然失踪，他脚下的太阳战车就失去了控制，掉入了凡间。而奎托斯现在身处的地方正是太阳神的神殿。如今随着世界陷入黑暗，梦神墨菲斯的力量也逐渐苏醒，已经有许多众神陷入了沉睡。如果不能尽快的找回太阳神，万物都会被梦神所掌控。奎托斯所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太阳神，但对于一次次去满足众神那没有尽头的要求，奎托斯逐渐失去了耐心。他只希望雅典娜能够立即清除掉他脑海中的梦魇，但现在的奎托斯完全没有资格对众神谈条件。雅典娜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下次一定。无奈之下，奎托斯只能选择服从，就此踏上了寻找太阳神的旅程。之后奎托斯通过神殿中的黎明女神知道了原来是泰坦巨人阿特拉斯脱离了冥界的束缚，并掳走了太阳神，目的就是想要从太阳神身上获得足以毁灭世界的太阳之力。在黎明女神的指引下，奎托斯拿到了太阳神的护盾，靠着护盾，奎托斯重新唤醒了太阳神的战马。战马散发出耀眼的光辉，拖行着神殿朝着太阳神的所在疾驰而去。不久后，战马将奎托斯带到了冥界，然而冥界并不欢迎这些光辉的存在。随着战马的光辉逐渐消散，奎托斯连同神殿一起向下跌落。好在关键时刻他抓住了岩壁，而现在奎托斯正身处在冥界的边缘，看着眼前从未有凡人踏足过的土地，奎托斯明白这只不过是个开始。来到冥河边，奎托斯敲响了丧钟，冥河摆渡人卡戎随之现身。卡戎劝说奎托斯不要来趟这趟浑水，就算奎托斯成功的救出了太阳神，这些虚伪的神也不会让奎托斯轻易的从痛苦中解放。奎托斯则不管这些，他果断的拒绝了卡戎，双方一言不合，随即开始了战斗。但奎托斯却不慎被卡戎释放的地狱火焰打败，卡戎随手将奎托斯扔进了冥河里。当奎托斯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关押了起来。但对于奎托斯来说，这点束缚还不足以留住他。在回去找卡戎算账的路上，奎托斯获得了神器宙斯的护手。有了神器的加持，奎托斯再也不怕卡戎释放的火焰，势大力沉的宙斯护手在卡戎脸上胡乱的拍。击败卡戎以后，奎托斯乘坐冥河摆渡船，在太阳神散发的光芒指引下，来到了冥后所在的宫殿。但就在即将靠岸的时候，岸边那一抹小女孩的身影让奎托斯彻底慌了神。眼前这个小女孩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女儿卡利厄佩。随后奎托斯一路追着女儿的身影，进入到了冥后博尔塞福涅所在的宫殿。在冥后的果园中，奎托斯见到了希腊最美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正是冥后。于是奎托斯上前礼貌地询问 Where is my daughter, witch? 冥后告诉奎托斯，他的女儿正平安地活在只有纯净灵魂才能前往的天坛乐土之中。随即冥后不慌不忙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原本是种子女神的博尔塞福涅，在年轻时被宙斯出卖的情况下，遭到了冥王哈迪斯的欺骗，被迫成为了他的妻子。再加上冥后误食了哈迪斯的石榴后遭到了诅咒，无奈之下他就必须每年跟哈迪斯在冥界中度过一段岁月，而四季也会随着冥后回到与离开冥界产生变换。眼前奎托斯可管不了这么多，他一心只想见到自己的女儿，而想要前往冥后口中的天堂。奎托
托斯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武器和力量，没有丝毫犹豫，奎托斯将混沌之刃丢向了仪器树，将自己所有的力量和罪孽洗净。终于，他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女儿，并且承诺再也不会离开女儿。本来温馨的场面却被冥后道出的真相所打破。原来冥后就是这一系列事情的幕后黑手，因为不满自己被宙斯出卖后嫁给了冥王，为了脱离凄惨的生活，他想要找回属于自己的自由。于是冥后和泰坦阿特拉斯联手，想要利用太阳神的力量毁掉世界的支柱。支柱一旦损毁，世界就将会重新陷入一片混沌之中，而世界支柱损毁，天堂也会随之堕落。奎托斯的女儿卡利俄佩则会魂飞魄散。如今奎托斯面临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和自己的女儿随着世界陷入混沌一起消亡，另一种就是阻止冥后，但他也会和女儿永远分别。奎托斯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是所有老父亲都会做出的选择，哪怕自己从此以后再也无法见到女儿，哪怕再次成为那个嗜血残暴的怪物，他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女儿在痛苦和绝望中死去。奎托斯不敢再看女儿，而是在女儿一次次的挽留下，温柔地将她甩开。随后奎托斯将这片天堂里的灵魂全部杀死，拿回了自己的力量。带着痛失女儿的怒火，奎托斯追上并用混沌之刃勾住了冥后，二人一起朝着世界之柱飞去。而此时阿特拉斯也正在攻击着世界之柱。随后奎托斯便与冥后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战斗中，冥后一把抱住奎托斯，让他陷入了沉睡，想要趁这个机会让阿特拉斯攻击奎托斯。关键时刻，奎托斯躲过了致命的一击，他顺势跳上了阿特拉斯的手臂，将之前禁锢阿特拉斯的铁链牢牢地固定在了世界之柱上。在太阳神护盾和宙斯护手的加持下，最终冥后死在了奎托斯的手里，泰坦阿特拉斯也将永远地支撑着断裂的世界之柱。这也是连宙斯都感到残酷的赎罪方式。随着冥后毁灭世界的计划宣告失败，太阳神殿的光芒又再次照耀世界，梦神墨菲斯也回到了阴影之中，而奎托斯则会继续为众神服务的漫长生涯，直到他将整个奥林匹斯拖入无尽深渊的那一天。故事的最后，奎托斯从高处坠下，雅典娜和太阳神将他救下，并收走了他身上的神器。昏迷不醒的奎托斯此时所处的位置正是战神一中爱琴海边的悬崖，而奎托斯对阿瑞斯的复仇也将彻底拉开帷幕。战神一故事开始的时候，奎托斯已经为众神效力了10年之久。在这10年的时间里，他无时无刻不被自己死去的妻女的幻象所折磨。一次，奎托斯身处航行在爱琴海上的船只的时候，遭遇了海怪许德拉的袭击。奎托斯在击退了海怪许德拉其中一个头以后，遇到了海神波塞冬。波塞冬希望奎托斯能够帮他杀掉这个海怪，并且赐予了他波塞冬之怒这一技能。奎托斯在寻找海怪的路上，听见了船长房间有人呼救，但是没有钥匙。就在来到船上甲板的时候，奎托斯发现了海怪，身上有钥匙的老船长也在这个时候被海怪吞进了肚里。于是奎托斯利用船上断掉的桅杆杀死了海怪。之后奎托斯进入海怪的体内，找到了老船长。老船长本以为救命恩人来了，结果没想到奎托斯拿走钥匙以后抛弃了这位老船长，任由他掉进了海怪许德拉的胃里。拿到钥匙以后，奎托斯来到老船长的房间，却发现里面的人已经被屠杀殆尽，这让他想起了曾经自己的杀戮。于是奎托斯回到甲板，宣泄自己这10年来为众神效忠的不满。这个时候雅典娜出现在了奎托斯的面前，奎托斯希望通过雅典娜能让众神为自己抹去曾经杀戮的记忆，而雅典娜在这个时候却让奎托斯去完成一个众神交代给他的任务。因为此时的战神阿瑞斯已经反叛了众神之王宙斯，想要推翻宙斯的统治。此时的阿瑞斯正在进攻雅典城，而众神交代给奎托斯的任务正是去杀掉阿瑞斯。雅典娜承诺只要奎托斯能够做到，就能原谅他之前所犯下的罪行。本就跟阿瑞斯不共戴天的奎托斯当即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前往雅典城的路上，奎托斯对死去老船长的2位老婆也是照顾有加。当到达雅典城以后，阿瑞斯和他的军队几乎已经占领了这里，奎托斯便一路斩杀怪物前往城内。在路上他遇到了爱神阿弗洛狄特，爱神赐予了他石化的能力，以便用来清除杀死阿瑞斯路上的障碍。经过重重阻碍，奎托斯终于来到了雅典城的最高处。在那里他看见了巨大无比的阿瑞斯正在肆无忌惮地攻击雅典城。然而现在的奎托斯根本不是阿瑞斯的对手，于是他前去寻找雅典城的先知，希望能够找到打败阿瑞斯的方法。在路上他又遇见了众神之王宙斯，宙斯也赐予了奎托斯名为宙斯之怒的技能。来到先知神庙门前的奎托斯遇到了一个正在挖坟的老头，在听了老头说的一些魔言魔语以后，他进入神庙寻找起了先知。找到先知以后，先知告诉他只有潘多拉之河里面的力量能够帮助他杀死阿瑞斯。在雅典城位于千里之外的东方的沙漠之中，一个如同山岳般巨大无比的泰坦族巨人克罗诺斯正背着一座名为潘多拉的神殿，漫无目的地爬行在茫茫黄沙之中，而潘多拉之河就正在巨人的背上的神殿内。奎托斯进入沙漠以后，在雅典娜的指点下，他顺着赛壬女妖的歌声找到了巨人，吹响号角吸引巨人来到附近。奎托斯抓住巨人身上的锁链，一路朝着神殿爬去。
经过了3天，他终于爬到了神殿。在神殿门前，他遇见了一个正在焚烧尸体的守门人。守门人告诉奎托斯，所有妄图来到这里寻找潘多拉魔盒的人都会死在神殿内，最终被送往神殿门前焚烧。而他也是第一个前来寻找潘多拉之盒失败的人。奎托斯依旧坚定地进入了神殿。进入神殿以后，他遇见了月光女神阿尔特弥斯以及冥王哈迪斯。月光女神赐予了奎托斯一把阿尔特弥斯之刃，而冥王则赐予了奎托斯一个名叫哈迪斯军团的技能。经历过无数的敌人以及重重的机关之后，奎托斯打败了在神殿内的神兽机械牛头人，来到了潘多拉之盒的面前。可是这个时候，在雅典城的阿瑞斯也察觉到了奎托斯完成了挑战，于是他抓起旁边断掉的石柱，朝着千里之外的奎托斯就扔了出去。石柱从雅典城一路穿越茫茫沙漠戈壁，精准地贯穿了奎托斯的胸膛，将他牢牢地钉在了神殿的墙壁之上。阿瑞斯的手下就在奎托斯的面前拿走了潘多拉之盒，他也只能满怀愤怒和不甘地死去。奎托斯死后灵魂掉入冥界，在掉落的过程当中，他抓住了一个正攀附在巨大脊柱的人的身上。当奎托斯顺着这个人爬上去的时候，回头一看，竟然发现正是许久未见的老船长。老船长一看，人都傻了啊，怎么又是你？奎托斯只能含泪一记飞龙骑脸，将老船长踢了下去。在奎托斯经历过各种怪物的阻拦，以及走错一步就会跌入万丈深渊的刀山火海以后，终于看见了一根绳子从冥界上方出现，顺着绳子一路攀爬，他终于从一个坟墓里面爬了出来。而这座坟墓正是之前那个魔言魔语的老头说为奎托斯挖的坟。奎托斯询问这个老头到底是什么人，但是这个老头只说让他去杀死阿瑞斯，做到这一切，众神将会赦免他的罪过。奎托斯一路而上，来到了雅典城的最高处，看见了此时正手持潘多拉之盒的阿瑞斯。在越过了失魂沙漠，经历了潘多拉神殿无数的陷阱，甚至摆脱了哈迪斯的冥界之后，现在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真正面对这位战争之神的时候了。趁着阿瑞斯正在对众神叫嚣的时候，奎托斯利用宙斯给的技能打掉了他手里的潘多拉之盒，并冲上去强行打开。顿时潘多拉之盒里的能量喷涌而出，这股能量让奎托斯变得跟阿瑞斯一样的巨大。纵使阿瑞斯用上全部的能力，也已经不是残暴著称的奎托斯的对手。就在这个时候，阿瑞斯利用神力制造幻术，将奎托斯拖入了幻境之中。在幻境里，他看见了自己已经死去的妻女。这个时候，一群怪物出现，想要杀掉他们。奎托斯在这个时候愤怒即将达到顶点，于是他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能力，站在妻女面前，保护着他们不受到任何伤害。就在阻止了所有怪物的进攻以后，阿瑞斯直接收走了他手里的混沌之刃，并且当着他的面用混沌之刃再一次杀死了老婆和女儿。奎托斯的精神在这一刻几乎彻底崩溃。就在阿瑞斯想要结果他的时候，奎托斯终于清醒了过来，上去拿起众神赐予他的最后一件礼物，带着极致愤怒的战斗过后，一剑刺穿了阿瑞斯的咽喉。在奎托斯看来，这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他来到了雅典娜的面前，希望雅典娜能够兑现帮他抹去那些杀戮记忆的诺言。可是雅典娜却玩起了文字游戏，她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众神欠你一个人情，我们承诺将会原谅你的罪过，而现在我们已经原谅你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承诺抹去你那些杀戮记忆的诺言。明白了一切的奎托斯知道了众神已经抛弃了他，想要抹去记忆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他绝望地登上了悬崖，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爱琴海一跃而下。奎托斯经历了10年的痛苦，以及这10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结束了。然而众神并不想让奎托斯就这样去死。就在他掉进爱琴海以后，雅典娜却硬生生将他拉回到了地面，并且告诉他，战神阿瑞斯死在了你的手里，你已经得到了众神的青睐，现在就让你来接任新的战神。就这样，奎托斯任命一般走进了战神的神殿之中，坐上了属于战神的王座之上，而他的眼神也逐渐变得狠厉了起来。这个曾经的斯巴达凡人已然成为了新的战神。然而众神对于这位新晋战神的利用和愚弄还远远没有结束，但众神也会在未来因为他们的傲慢和自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经历过失去妻女的痛苦以及无数场残酷且无情的战斗过后，奎托斯终于坐上了战神的宝座。尽管奥林匹斯的神坛已经有了他的一席之位，但他身为凡人时的悲痛过往却始终将之缠绕。不仅如此，奎托斯母亲和弟弟的幻象也开始在梦中出现，而一切的源头似乎都指向了海对岸的波塞冬神殿亚特兰蒂斯。就算是雅典娜的劝说，也无法阻止奎托斯带着斯巴达的军队远征亚特兰蒂斯，因为他知道但凡跟众神扯上关系的，背后就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在前往亚特兰蒂斯的路上，海怪斯库拉前来袭击奎托斯的舰队。对于现在已经是战神的奎托斯来说，海怪只不过就是鼓舞士气的工具罢了。奎托斯轻松就将海怪击退。来到亚特兰蒂斯，奎托斯一路长驱直入，进入到了其中心的波塞冬神殿。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卡利斯托。虚弱不堪的母亲告诉了奎托斯所有的真相，原来是奎托斯的父亲将他囚禁在了这里，就连奎托斯那个早已生死不明的弟弟德莫斯，如今也还活着。而
这一切的起因要从一则预言说起。宙斯的祭司预言，奥林匹斯将会被一名身上有着红色印记的战士所毁灭，而德莫斯出生就有着红色印记。于是宙斯派出了雅典娜和阿瑞斯前去捉拿德莫斯，但当时尚且年幼的奎托斯根本没有能力阻止眼前发生的一切。随后德莫斯便被囚禁在了死之领域，并终日遭到死神塔纳托斯的折磨。认为弟弟已经死去的奎托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为了纪念弟弟，奎托斯便在自己的身上纹了与弟弟相同的印记。如今奎托斯想要找到弟弟，就必须回到斯巴达的阿瑞斯神殿寻找线索。母爱是伟大的，尽管被下了不能说出奎托斯父亲是谁的诅咒，母亲也依旧说出了这惊天的秘密。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幕后黑手正是众神之王宙斯，而宙斯也是奎托斯的亲生父亲。很快诅咒便生效了，奎托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变成了一只丑陋的怪物，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奎托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看着母亲在痛苦中逐渐消散，奎托斯的怒火早已一发不可收拾，命运又再一次将他推向了疯狂的边缘。带着心中的悲愤和怒火，奎托斯踏上了寻找弟弟德莫斯的路。路上，泰坦希拉赐予了奎托斯名叫希拉祸害的技能，作为交换，奎托斯释放了希拉，拥有了可以将火焰附着在雅典娜之刃上的奎托斯。在经过了与海怪斯库拉的大战以后，由于亚特兰蒂斯核心的火山遭到了奎托斯的破坏，导致火山彻底喷发，最终神秘的海上之城逐渐沉没。就在回往斯巴达的路上，奎托斯遇见了一个正在挖坟的老头，老头说了一些魔言魔语的话，并劝说奎托斯不要前往死之领域。但奎托斯现在可不管路途有多么的凶险，毕竟德莫斯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之后奎托斯发现了死神的女儿俄里尼斯正在一路屠杀斯巴达的士兵，显然奎托斯想要寻找死之领域的行为触犯了死神塔纳托斯，但死神的举动只会让奎托斯更加的愤怒。很快奎托斯就追上了俄里尼斯。对于这个残害他手下的罪魁祸首，奎托斯没有急着杀掉他，而是硬生生扯下了他的一边翅膀。见情况不妙，俄里尼斯变回本体妄图逃走，奎托斯一路追赶，逼着俄里尼斯回到了地面。见他变回了人形，奎托斯毫不犹豫，直接将他的翅膀和手臂一起砍断，最后一刀捅死了这位死神的女儿。没有了阻碍，奎托斯回到了斯巴达。这里的士兵和百姓无不尊敬身为同胞的新晋战神，奎托斯难以拒绝百姓的热情，很快就和群众们打成一片。完事后的奎托斯来到了阿瑞斯神殿，由于奎托斯成为了新的战神，斯巴达的士兵们就开始摧毁阿瑞斯的雕像。之后根据神殿中的圣物指引，死之领域的入口就在已经沉没的亚特兰蒂斯中，奎托斯又不得不再次前往港口，准备返回亚特兰蒂斯。离开神殿的时候，奎托斯手下的副官将奎托斯曾经使用过的矛和盾交给了他，而这个副官的名字正是叫阿特柔斯。在前往港口的路上，滚烫的岩浆阻挡了奎托斯的去路。正好此时一个叫弥达斯的国王出现，他通过神明的赐予获得了能将自己触摸的任何东西变成黄金的能力，但他却不慎将自己的女儿也变成了黄金。这件事情导致弥达斯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奎托斯见到这种情况，心生怜悯，想要帮他解脱，于是便将这位老国王丢入了岩浆之中。一瞬间，弥达斯连同岩浆一起凝固成了黄金。顺着黄金铺成的道路，奎托斯来到港口，并乘船踏上了再次前往亚特兰蒂斯的路。在已经化为废墟的亚特兰蒂斯中，奎托斯开启了前往死之领域大门的机关，并成功的来到了这个介于冥界和人界之间的位面。在斩杀了无数的怪物和历经了危机四伏的机关以后，奎托斯终于找到并救下了自己的弟弟德莫斯。但德莫斯却因为当年奎托斯没有保护好他，导致他遭受了几十年的折磨而心生怨念，随即立马对奎托斯大打出手。毕竟奎托斯心中有愧，战斗中他并没有对德莫斯下死手，可德莫斯却没有丝毫的留情。但就在这时，死神塔纳托斯突然出现，抓住了德莫斯。因为奎托斯杀了他的女儿，他要让奎托斯也失去亲人，随即便跳下了深渊。好不容易找到亲人，奎托斯可不会轻易的放弃，他拖着重伤的身躯紧跟着就追了上去。就在关键时刻，奎托斯救下了德莫斯。见哥哥都做到这种份上了，德莫斯心中的怨念也彻底消散。随着奎托斯将自己的矛和盾交给了德莫斯，两兄弟之间的矛盾也彻底化解，而他们也将和死神展开最后的决战。战斗一触即发，在兄弟二人齐心协力的进攻下，就算是这位死之领域的主宰也有些招架不住。随即死神变化出了恶魔本体，瞬间强大的力量爆发，死神一把抓过德莫斯，狠狠地拍在了峭壁之上，全力的一击让德莫斯当场死亡。奎托斯身边亲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如今就连这个自己苦苦寻找的弟弟，这个他最后的一个亲人都死在了自己的面前。奎托斯那无尽的怒火猛然爆发，这是一股让死神都为之颤抖的滔天杀意。这股杀意化为实质的能量，渗透进了奎托斯手上的双刃之中，带着灭绝一切的一击，在死神被双刃上附着的烈焰焚烧下，逐渐退回了人形。这一刻，奎托斯反而成为了那个收割生命的死神。
他缓步地走到重伤的死神面前，将他胸前的伤口硬生生撕开，反手将雅典娜之刃狠狠地插进了伤口之中。而死神仿佛在这一刻聆听到了灭绝的死寂，一阵光芒过后，死神彻底消亡。做完这一切，奎托斯将德莫斯放进了之前那个掘墓老头挖好的坟。在道别了最后一位亲人以后，奎托斯来到悬崖边，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奥林匹斯众神欠下的血债必须有人清算。就在这个时候，雅典娜突然出现，告诉奎托斯，让他留有人性的人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奎托斯可以成为真正的神了，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临走前，奎托斯转身对雅典娜说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结，血债血偿，他会让奥林匹斯众神付出惨痛的代价。”故事的最后，掘墓人抱着奎托斯母亲的尸体出现，将他埋在了德莫斯的坟墓旁。而这个掘墓人正是宙斯。他缓缓地说道：“还差一个人。”此时已经坐在战神王座上的奎托斯缓缓地抬起了头，就算死，奎托斯也要拉着整个奥林匹斯为之陪葬。而战神2的故事就此正式展开。在奎托斯杀掉前任战神阿瑞斯以后，他得到了众神的认可，成为了新的战神。可在奎托斯的内心却根本不稀罕得到众神那微不足道的认可。他以战神的身份带领斯巴达士兵四处征战，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给奎托斯的内心带来些许慰藉。但这也遭到了众神的不满。当奎托斯准备再次出发的时候，智慧女神雅典娜前来劝说奎托斯，因为奎托斯这样做只会让众神对他更加的不满。奎托斯却一意孤行，根本不在乎雅典娜是否帮助过自己。于是他降临罗德岛，帮助斯巴达士兵彻底攻占这座城池。面对战神之躯的奎托斯，守城的士兵根本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就在这个时候，一只众神之王宙斯幻化的巨鹰出现，抽走了奎托斯身上的神力，并将神力转移到了太阳巨象之上。与此同时，获得神力的巨象动了起来，并且帮助起罗德岛攻击斯巴达的士兵。失去神力的奎托斯变回了正常人类大小，但他依旧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就在他和巨象战斗的时候，宙斯将奥林匹斯之剑从神界扔下，并说让奎托斯将体内剩下的所有神力灌注到神剑里，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尽管他并不希望得到宙斯的帮助，但他依旧选择了相信宙斯。在将神力全部灌注进神剑中以后，奎托斯拿起神剑进入到巨象的体内，摧毁了巨象的核心。在他从巨象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奎托斯开始对着奥林匹斯众神叫嚣。这一刻，狂妄自大占据了他的内心。但巨象在即将倒下的时候，给了奎托斯最后一击，将他拍成了重伤，而他手里的神剑也脱手掉在了地上。在奎托斯挣扎起身想要重新拿起神剑的时候，宙斯出现在了奎托斯的面前。因为奎托斯利用战神的神力带领斯巴达四处征战，这种行为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奎托斯对于众神的蔑视以及巨大的威胁。为了不再重演前任战神阿瑞斯的命运，宙斯拿起神剑贯穿了奎托斯的胸膛，并且回身一剑将斯巴达军队全部斩杀。当奎托斯再一次掉入冥界的时候，有着泰坦之母和大地之母之称的盖亚救下了奎托斯，并说自己目睹了奎托斯生命当中所有的历程。盖亚也会帮助奎托斯打败宙斯，而这一切的起因要从宙斯出生开始。泰坦一族的盖亚身为希腊最初的神明，生下了当时的众神之王克罗诺斯，也就是那个背着潘多拉神殿的泰坦巨人。因为他靠着杀死父亲才成为众神之王的经历，导致克罗诺斯害怕自己也会死在后代的手里，于是他吃掉了妻子生的每一个孩子。妻子不想再继续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便将刚出生的宙斯和石头调包瞒过了克罗诺斯。之后妻子将宙斯交给盖亚照顾至成年，而奶奶盖亚则对宙斯灌输了复仇的思想。然而这也导致宙斯背叛了所有泰坦族人，他带领现任的奥林匹斯众神开始推翻父亲克罗诺斯的统治，并且制造出了一把吸取天地精华的奥林匹斯之剑。强大的力量将泰坦一族全部流放到了冥界的最深处。宙斯也让父亲克罗诺斯背负着潘多拉神殿永远的迷失在茫茫黄沙之中。因为奎托斯的出现，盖亚看到了奎托斯是最有希望推翻宙斯统治的人。为了能够重新恢复泰坦一族的地位，盖亚修复了奎托斯的伤势，并指引他去寻找命运三女神。找到命运三女神拥有的命运之门，就能通过穿越时间回到他被宙斯杀死的那一刻，而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希望打败宙斯。重新回到人间的奎托斯骑上盖亚送给自己的天马，朝着命运三女神所在的创世之岛飞驰而去。而这场旅程也正式拉开了奎托斯的弑神之路。在路上，奎托斯经过泰坦巢穴的时候，天马被一个名叫提丰的泰坦巨人给抓住了。奎托斯只好开始寻找解救天马的办法。之后他遇见了创造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因为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到了人间，宙斯觉得凡人不配使用火，于是他将普罗米修斯绑在这里，每天被老鹰啄食内脏，第二天内脏又会恢复如初。奎托斯在普罗米修斯的请求下，帮他结束了这日复一日的痛苦。奎托斯也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名叫泰坦之怒的技能。回到提丰面前，奎托斯发动泰坦之怒，将提丰的手强行打开，救出了天马。之后奎托斯经过拉克西斯神殿，在这里他遇见了雅典国王特修斯。特修斯见奎托斯已经变成了凡人，想要用战斗来确定谁才是希腊最强大的战士。在激烈的战斗过后，奎托斯用铁门硬生生砸死了这位雅典国王。在前进的路上，曾经的众神之王克罗诺斯出现，他赐予了奎托斯名叫克罗诺斯之怒的技能。在这之后，奎托斯甚至遇见了曾经被自己斩
难守的蛮族首领亡魂。蛮族首领靠着自己的实力，硬生生从冥界杀回到了人间，甚至得到了命运女神的青睐。为了一雪前耻，蛮族首领和奎托斯战斗了起来。就在两人打斗的时候，蛮族首领召唤地狱的亡魂帮助自己作战，但是却把之前奎托斯杀过2次的老船长召唤了出来。老船长出来一看啊，人都站不住了呀，怎么又是你呀？拳脚无情，刀剑无眼，老船长这下子是彻底被奎托斯给干没了。蛮族首领也被奎托斯抢过手里的大锤砸死。再次经过一路的战斗和解谜，奎托斯遇见了宙斯另外一个儿子博尔修斯以及天使伊卡洛斯。这两人都因为自己的话太多，导致一个被奎托斯挂在了铁钩之上，一个被硬生生扯掉了翅膀。之后奎托斯遇见另一个泰坦之神阿德拉斯，他赐予了奎托斯名叫阿德拉斯地震的技能。阿德拉斯希望奎托斯能够帮助他从这里脱困，只要能出去就能帮助奎托斯打败宙斯。但是经过众神一次次的欺骗，奎托斯显然不会再相信这些虚伪的神了。Do the bidding of the gods, Atlas. I have stomached their betrayal for the last time. Show me the way to the sisters, and I will kill Zeus once and for all. 在阿德拉斯的帮助下，奎托斯终于来到了命运女神所在的神殿。在神殿内，他见到了命运三女神。显然，命运女神不会帮助奎托斯杀掉宙斯。话不投机半句多，就在战斗的过程当中，命运女神将奎托斯拖入了他在跟阿瑞斯战斗的前一刻，想要直接破坏当时杀死阿瑞斯的那把巨剑。没有武器的他肯定会死在阿瑞斯的手下。在奎托斯的阻拦下，两个命运女神分别被奎托斯用手里的雅典娜之刃爆头。而命运交织大厅里面的最后一个女神，同样也被奎托斯用铁锥扎穿头颅死去。历尽千辛万苦，奎托斯终于进入到了命运之门，回到了自己被宙斯杀死的那一刻。宙斯非常诧异命运女神竟然会帮助奎托斯，而奎托斯只是淡淡的说三姐妹已经死了。明白过来的宙斯和奎托斯战斗了起来，两人在战斗的过程中互相抢夺奥林匹斯之剑。然而这种没完没了的打斗让奎托斯直接放弃了抵抗，他转过身去让宙斯了结自己。就在宙斯想要动手的时候，奎托斯转身抓住了他，然后扭断他的手臂，定住双手，将奥林匹斯之剑直接刺进宙斯的身体。眼看大仇即将得报，雅典娜却在这个时候冲了出来，阻止了奎托斯。看着宙斯想要逃走，奎托斯甩开了雅典娜，拿起奥林匹斯之剑对着宙斯就刺了过去。可是在这个时候，雅典娜却帮宙斯挡住了这一剑。宙斯趁着这个机会逃之夭夭。就在雅典娜临死前，他告诉奎托斯，宙斯之所以这么想杀死他，是因为恐惧，而这份恐惧来源于他的父亲克罗诺斯。因为奎托斯正是这位众神之王宙斯和一个凡人的私生子，所以宙斯害怕重演自己当初推翻父亲的历史。现在宙斯逃走，众神都将会是奎托斯的敌人。雅典娜就这样死去了。奎托斯此时已经不管谁才是他的父亲了。拥有着操控时间能力的他，再次来到了命运交织大厅，利用命运之门回到了泰坦一族和宙斯大战的那一刻。而见到奎托斯的盖亚低下了头，并对他说道：“我们一直在等你，斯巴达的幽灵。”奎托斯表示了自己想要和泰坦一族联手推翻宙斯的统治以后，他再次利用时间能力将泰坦一族拉回到了自己的时代。奥林匹斯山上，宙斯对众神商议着如何对付奎托斯。就在这一刻，大地开始震颤，奥林匹斯神殿正在剧烈的摇晃。众神来到神殿外向下看去，奎托斯正带着泰坦一族朝着奥林匹斯山上爬去。他已经在神的阴霾下苦苦忍受了漫长的时间。如果奥林匹斯众神想要阻止他的复仇，那么整个奥林匹斯都将会不复存在，属于神的时代是时候结束了。我要拿出我肉眼照人散。在古希腊，代表着神权的奥林匹斯山上，奎托斯站在大地之母盖亚的肩上，带领着泰坦一族朝着以宙斯为首的众神攀登而去。或许是因为在第一次泰坦之战中，这些高高在上的众神取得过胜利，于是他们丝毫不惧身形犹如山岳般大小的泰坦一族，纷纷从山巅跳下，率先发动进攻。伴随着海神波塞冬从山巅一跃而下，这场弑神之战彻底拉开了帷幕。波塞冬那渺小的身躯裹挟着千钧之势，重重地打在了泰坦的身上，将泰坦拖入了大海之中。紧随而至的便是无数的触手从水面出现，众多泰坦被这些海怪触手一个接一个从峭壁之上拽下，大地之母盖亚更是差一点被这些触手穿透心脏。而此时站在盖亚身上的奎托斯也在拼命地为盖亚清退海怪，波塞冬更是在这关键时刻手持三叉戟出现在了盖亚的头顶。如今的奎托斯可是有着一身这些众神曾经赐予他的神力，在为盖亚解决了身上的海怪以后，奎托斯跳上了盖亚的手臂，盖亚那犹如山岳般的拳头直接砸在了波塞冬幻化的神像之上。奎托斯抓住这个机会，将波塞冬的身体从神像之中拽了出来。失去了
神力的神像也随之消散。就在刚刚还叫嚣着这是奎托斯最后一次蔑视神的波塞冬，现在就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奎托斯没有丝毫怜悯，直接对波塞冬展开了游戏界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人称殴打。不可一世的海神波塞冬最终被奎托斯戳瞎双眼、扭断脖子以后扔进了大海之中。随后波塞冬的身体化为一股能量，100丈高的巨浪瞬间席卷了无数的山峰，无数的村落被掩埋在海水之中。但奎托斯丝毫不在乎这场因他是神而引发的灾难，他眼里只有对宙斯那无尽的杀意。随后奎托斯在盖亚的帮助下来到了山巅的神殿之中，如今那些自命不凡的众神几乎都死在了奎托斯的手里，掌管命运的三姐妹也拿奎托斯没辙。那接下来就是干掉宙斯的最好时机，但宙斯毕竟是掌管众神的神王，见奎托斯如此嚣张，宙斯也再也无法容忍奎托斯的行为，于是他直接凝聚出了威力无比强大的雷电，仅只一招就几乎将盖亚的手臂击穿。奎托斯和盖亚也因此朝着冥界跌落。可就在两人勉强攀附在悬崖上的时候，盖亚却直接说道，奎托斯只不过是他们泰坦一族与宙斯争夺神权路上的一颗棋子而已。最终奎托斯只能继续朝着奥林匹斯山下的冥界跌落。就这样，他又一次死在了神的利用之下，但他可不会就这样甘心的去死，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势必要将奥林匹斯夷为平地。之后跌入冥河的奎托斯在片刻之间体内的神力枯竭，背上的雅典娜之刃沦为废铁。就在奎托斯艰难的爬上岸以后，雅典娜的灵魂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后雅典娜竟然以自己死后看见了他以往看不见的真理作为理由，将奎托斯手里失去神力的双刃改造成了恶名昭著的流亡剑，并且对奎托斯说道，想要干掉宙斯就必须摧毁奥林匹斯圣火。就这样，奎托斯在雅典娜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从冥界杀回奥林匹斯的道路。路上奎托斯遇见了火神赫菲斯托斯，火神正是因为奎托斯之前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才被宙斯一怒之下囚禁在了冥界，而潘多拉魔盒正是由这位火与工匠之神打造，并且一开始宙斯将人类的所有虚伪、贪婪、痛苦、嫉妒等邪恶情绪以及一股神秘的力量封印在了魔盒里。为了这些力量不会再次被散播到人世间，宙斯就打算将魔盒放在奥林匹斯圣火之中，而这种圣火是任何人都无法触碰的。但圣火孕育出了一个名叫潘多拉的小女孩，也只有这个小女孩能够熄灭圣火。然而火神却因为和潘多拉建立起了父女情，不想失去爱女的火神就让宙斯把潘多拉魔盒放在了另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正是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的背上。可魔盒最终还是被奎托斯所打开。当奎托斯打开魔盒的那一刻，里面的所有邪恶情绪都被释放了出来，而那股神秘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不见。随后宙斯以及众神就被这些邪恶情绪影响，才会让宙斯觉得奎托斯会推翻自己的统治，最后在罗德岛设计杀掉了奎托斯。可让宙斯没想到的却是奎托斯的潜力超过了他的预料。回到冥界这边，奎托斯在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和机关陷阱以后，终于来到了冥王哈迪斯的面前。然而哈迪斯却先下手为强，想要用锁魂钩强行勾出奎托斯的灵魂，但在奎托斯看来，区区冥王而已，根本无法阻挡他复仇路上的脚步。奎托斯直接硬生生拉回了自己的灵魂，反手夺过他手里的锁魂钩，强行勾出了冥王的灵魂。冥王一死，刹那间整个冥界大乱，所有妖魔鬼怪发疯似的涌入人间。而现在的奎托斯要做的就是跟着这些鬼魂回到人间，完成他的复仇。奎托斯再一次回到奥林匹斯山，在半山腰，奎托斯碰巧遇见了盖亚。盖亚见到奎托斯，本想辩解自己刚刚的行为，但奎托斯可不管那么多，既然你是下棋的人，那么我就是负责斩断棋盘的怪物。于是奎托斯毫不留情的直接将盖亚仅剩的手筋挑断，将盖亚送入了冥界。紧接着奎托斯见到太阳神赫里俄斯正在和泰坦交手，泰坦那几乎撕破空间的一掌将太阳神狠狠地拍到了悬崖之上。奎托斯趁这个机会来到太阳神面前，重伤的赫里俄斯见到眼前这位杀神已经没有了半点的傲气，连忙求饶，并且声称只要奎托斯跳入奥林匹斯圣火就能获得其中的力量。可笑的是，火神早在之前就已经告诉了奎托斯圣火不能触碰，这些所谓的神的虚伪一时间展露无遗。没有丝毫犹豫，奎托斯直接抓起太阳神的头，活生生给他扯了下来。顿时天空被乌云所笼罩，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这位象征着让光明普照大地的神明，最终也不过成为了奎托斯手里的手电筒。而下一个便是代表着商业畜牧业的神赫尔墨斯。行动敏捷的赫尔墨斯不断地对着奎托斯言语羞辱，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赫尔墨斯因为自己的大意被奎托斯抓住。既然赫尔墨斯觉得自己是奥林匹斯第一块，那么奎托斯也不介意一刀刀将他的鞋给扒下来。随着赫尔墨斯的陨落，一股带着瘟疫和疾病的力量被散播到人世间。奎托斯穿上赫尔墨斯的鞋，继续朝着山巅前进。就在前进的路上，他遇见了神后赫拉，也就是宙斯的妻子。随后赫拉放出了大力神海格力斯，海格力斯本身就嫉妒奎托斯，于是他想趁这个机会干掉奎托斯，然后接替奎托斯战神的位置。可战神岂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奎托斯二话不说，直接夺过海格力斯手里的拳套，将他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奎托斯双拳那庞大的力量，直接将海格力斯的头连同地板一起砸穿。不可一世的大力神最后就这样和下水道的垃圾融为一体。随后奎托斯顺着下水道来到了海神的宫殿，已经杀疯了的奎托斯为了离开这里，直接用波塞冬女儿的身体卡住了机关，海神的女儿也随着机关的启动一命呜呼。之后奎托斯在一簇寝宫
遇见了爱与性之神阿弗洛狄特，见爱神比较懂事，奎托斯索性就放过了他。完事后的奎托斯穿过寝宫的传送门，又再一次来到了火神所在的地方。顺带提一嘴，爱神是火神的老婆。在二人的交谈中，火神意识到奎托斯好像正在寻找那个叫潘多拉的小女孩，但本想跟奎托斯拼命的火神却突然变脸，表示可以为奎托斯打造出一把强大的武器，但需要去冥界的最深处寻找一种叫石奇的材料。然而就在奎托斯寻找石奇的路上，宙斯的父亲克罗诺斯竟突然出现。心里有感应的克罗诺斯此时已经知道奎托斯背叛了盖亚，于是他直接一口将奎托斯吞了下去。奎托斯可不会就这样束手就擒，他一路顺着克罗诺斯的食道向下滑去。当克罗诺斯感觉到腹部的疼痛的时候，奎托斯已经划开了他的肚子，并拿到了石奇。一不做二不休，奎托斯来到他的头顶，将奥林匹斯之剑整个插了进去。就这样，曾经的众神之王也死在了奎托斯的手里。之后拿到石奇的火神为奎托斯打造出了一把复仇凶鞭，可就在他见奎托斯分心的时候，直接试图用雷电偷袭。但奎托斯岂是那么好杀的？只见他轻松的就解开了雷电的束缚，干脆就用火神面前的铁锥将其杀死。在之后寻找潘多拉小女孩的路上，神后赫拉一直缠着奎托斯不放，忍无可忍之下，这位神后也被奎托斯一把掐死。随之而来的便是人间的植物逐渐枯萎。为了找到潘多拉，奎托斯进入迷宫，一路斩杀无数怪物，破解各种谜题，终于找到了潘多拉。或许是因为奎托斯有过自己的女儿，就在离开迷宫二人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奎托斯逐渐对潘多拉产生了父女之情。不过小女孩作为一把能够熄灭圣火的钥匙，也就是说她只能用生命去熄灭圣火。就在这一刻，奎托斯犹豫了，他抓住了潘多拉的手，但潘多拉却挣脱了奎托斯的手，义无反顾地朝着圣火跑去。可宙斯却在这个时候挡住了潘多拉的去路，并且直接将潘多拉甩了出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奎托斯直接就和宙斯战斗了起来，二人打得难解难分，神殿更是在他们的战斗下逐渐崩塌。而潘多拉这时也抓住机会，再次向着圣火奔去。就在关键时刻，奎托斯再一次抓住了潘多拉，但宙斯却在一旁对奎托斯说道：“别再像失去你的家人一样失去潘多拉。”听到这句话，奎托斯彻底愤怒了，他松开了抓着潘多拉的手，发了疯似的朝着宙斯冲去。一阵光芒过后，潘多拉随着圣火烟消云散。奎托斯打开了魔盒，可是魔盒里面却空无一物。见到眼前的场景，宙斯更是忍不住嘲讽道：“在你追寻一切、牺牲了一切之后，原来不过又是另一场失败而已。”听到这话，奎托斯那无尽的怒火再一次爆发，他一路追着宙斯来到了奥林匹斯之巅。那么接下来便是最后的决战了。就在奎托斯使尽浑身解数和宙斯展开战斗的时候，盖亚却硬生生从冥界又一次爬了回来，并且想要将二人捏死在手中。奎托斯借这个机会，直接顺着盖亚肩膀的破洞进入到了他的体内。就在奎托斯想要破坏掉盖亚心脏的时候，随后赶来的宙斯又再一次和奎托斯站在了一起。经过了极其惨烈的战斗之后，奎托斯拿起奥林匹斯之剑，将宙斯连同盖亚的心脏一起刺穿。致命的一击让盖亚的身体彻底的支离破碎。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然而众神之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杀死的。就在奎托斯从他身体里拔出神剑的那一刻，宙斯的灵体突然出现，直接把奎托斯拖入到了幻境之中。而在这片无尽的黑暗里，奎托斯又再一次看见了他妻女死在自己手上的那一幕。就在奎托斯精神几乎彻底崩溃的时候，潘多拉出现了。这个小女孩用她最后的一缕残魂，唤醒了当初潘多拉魔盒中那股沉睡在奎托斯体内的神秘力量。随着奎托斯的苏醒，宙斯的灵体也回到了肉体中。奎托斯干脆直接扔掉了手里的流亡剑，用拳头一拳一拳地砸在宙斯的脸上，直到鲜血染红了眼前的一切，直到精疲力尽。压抑在奎托斯心中多年的仇恨，在这一刻全部得到了宣泄。众神之王宙斯陨落了，整个世界也随之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完成复仇的奎托斯看着满目疮痍的希腊世界，心中留下的只有内疚和空虚。可就在此时，雅典娜出现了，她让奎托斯交出潘多拉魔盒里面那股神秘的力量，但奎托斯却说盒子里面是空的。得知这个消息的雅典娜瞬间明白了一切，原来早在魔盒被奎托斯打开的那一刻，那些邪恶的负面情绪早就将包括雅典娜在内的众神侵蚀，其中另一股神秘的能量则是可以战胜一切邪恶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叫做希望。但希望之力早在奎托斯第一次打开魔盒的时候就已经被他吸收，直到最后因为潘多拉的帮助才唤醒了奎托斯体内的希望之力。雅典娜就是想借助奎托斯的手来获得这股力量，而奎托斯则能借助这股力量完成复仇。这一场弑神之战的幕后黑手也正是雅典娜。奎托斯终究还是逃不过被当作棋子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奎托斯看来，希望之力、雅典娜、众神都对他已经不重要了，而没有神对他才是最重要的。奎托斯拿起奥林匹斯之剑，毫不犹豫刺进了自己的胸膛，一瞬间希望之力从奎托斯的体内喷涌而出。他的复仇让世间陷入了混沌，让人间遭受了苦难，那么他就用体内这股希望之力抛洒向世间，把希望还给人间。战神三部曲最终以奎托斯的死结束了希腊的神权。但就在多年以后，一位沉默寡言的文盲老父亲却出现在了属于北欧的土地上，并与自己的儿子踏上了新的旅途。属于战神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奎托斯站在北欧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此时的他身上那股无尽的杀意和怒火已经收敛，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并且来到了北欧。不仅如此，奎托斯还组建了新的家庭，但在故事的一开始，他的妻子菲却因为不明原因离世，只留下了儿子阿特柔斯和自己相依为命。为了完成妻子临终前的遗愿，奎托斯将一棵指定的大树砍倒，并用作火化的木材，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前往北欧9界最高的山峰，将妻子的骨灰给扬了。在出发前，奎托斯决定带着儿子阿特柔斯前往附近的森林打猎，看他是否有能力应对一路上的凶险。但毕竟阿特柔斯现在还小，缺乏了许多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经验。奎托斯这些年为了控制自己的怒火，很少和儿子相处，再加上奎托斯本身就吃了没文化的亏，见到儿子做错事就立马开始了斯巴达式的教育。路上父子二人更是在干掉山怪以后，阿特柔斯险些没有控制住自己体内的怒气，而这股怒气正是奎托斯的祖传斯巴达之怒，用好了就是这样，没用好就是这样。奎托斯见儿子还并没有能力应对一路上的阻碍，就带着儿子回到了家，准备过了年再说。但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却改变了奎托斯的计划。一开门，这个陌生人就开始嫌弃奎托斯太矮。尽管这个瘦巴巴的老爷们来者不善，奎托斯还是压抑住了心中的怒火，只是客气的让他给爷滚。但陌生人却直接一拳将奎托斯打飞了几十米远。奎托斯这才意识到本地的神也太不礼貌了，于是立马和陌生人战斗了起来。但如今的奎托斯已经不再像是那个残暴嗜血的斯巴达战士了。最终在两人心满意足的打烂了一片小山以后，奎托斯扭断了陌生人的脖子。陌生人走得很安详，情绪非常稳定。相比于之前死在奎托斯手里的那些希腊众神，可以算是生得无痛，死得轻松了。奎托斯拖着因为战斗而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家中以后，他意识到这里已经不能待了，于是带上还未准备好的儿子，开始了前往9界最高山峰的路。就在父子二人来到一处高地后，他们发现原来是包裹住森林的防御符咒已经失效，才导致陌生人和大批怪物来到这片森林。看来是因为奎托斯当时砍掉的树的关系，而这棵树正是妻子生前指定的。带着心中的疑惑，父子二人继续踏上了旅途。路上他们认识了矮人铁匠布洛克以及布洛克的兄弟辛德里。本来奎托斯并不是很相信这些陌生人，但奎托斯手上那把妻子留下来的利维坦之斧正是由铁匠两兄弟所打造。最后两兄弟把售后给包了，奎托斯才勉强把斧子交由他们升级改造。再次前进的路上，父子二人因为一头野猪认识了一名叫弗利亚的神秘女巫。借阿特柔斯出门采药的机会，弗利亚对奎托斯坦白，他已经看出了奎托斯是一个外来的神。然而在北欧这个国度并不欢迎外来的神。奎托斯一听有点坐不住了，他才不会管这些神会怎么样，只是不想让儿子现在知道自己神的身份。弗利亚很懂事，并没有告诉阿特柔斯这件事情。在父子临走前，弗利亚还为二人施加了隐藏行踪的印记。再次启程，奎托斯带着儿子乘船来到了9界之湖。根据湖中雕像的指引，奎托斯将利维坦之斧丢进了湖中，紧接着湖面开始了剧烈的震动，世界之蛇耶梦加德从湖中浮现了出来。巨蛇对他们并没有敌意，而随着世界之蛇离开湖中，湖面的水位也随之下降，许多雕像和宫殿浮现了出来。父子二人则继续朝着山巅前进，可就在半山腰，前往山巅的必经之路被一团黑雾所笼罩。奎托斯看着眼前的黑雾，陷入了沉思。要是太阳神的头还在就好了。恰好这时女巫出现，并告诉奎托斯，想要驱散黑雾，就得前往亚尔夫海姆，也就是精灵的国度，寻找精灵之光。随后女巫利用世界树将父子二人传送到了亚尔夫海姆，但就在他们刚刚抵达的时候，弗利亚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拖走。奎托斯带着儿子一路与精灵战斗，终于来到了精灵国度的光柱面前。嘱托好阿特柔斯在外面把风，奎托斯则独自进入到了光柱之中，并成功拿到精灵之光后返回。出来一看儿子的战果不得了，要是他再晚点出来，精灵国度估计就没精灵了。得，奎托斯战神的位置都得让他来做。之后父子回到山腰处，用精灵之光驱散了黑雾，并乘坐升降梯前往山顶。途中他们击退了一只雷属性的巨龙。就在从升降梯出来以后，恰巧又看见雷龙正在攻击辛德里。奎托斯和儿子最后合力将其杀死。可能在战神2里，奎托斯吃过一次这样的亏，所以在雷龙倒下的时候，奎托斯选择了转身。随后辛德里为了报答父子二人，便将一把由胡寄生制作而成的剑送给了阿特柔斯。父子俩再次启程，即将到达山巅的时候，奎托斯见儿子的剑筒带快要断掉了，于是一边用胡寄生的箭头加固了剑带，一边教导儿子可以忍受身体上的痛苦，但不能忍受武器的损坏。而奎托斯这一举动则为后续的剧情埋下了伏笔。就在父子来到山顶，竟然发现之前那个来找过奎托斯的陌生人和另外几个人正在谈论奎托斯父子的下落。最终没有得到答案的几人离开了山顶。当父子爬上山顶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个和大树融为一体的人，而这个人正是北欧的智慧之神密米尔。在交谈中得知，原来密米尔是因为得罪了北欧的众神之王奥丁，不但就被偷走了一只眼睛，还被永远的囚禁在这棵树上。而那个陌生人正是光明之神巴德尔，拥有着不死之身。另外两个人则是雷神索尔的儿子。当父子二人说出来意的时候，密米尔却告诉他们，他们爬错山了，9界最高的山峰不在这里，而是在巨人的国度约顿海姆。随即密米尔表示可以指引他们前往巨人国度，但必须得带上他的头。
奎托斯也不在乎身上多个人头，于是干脆就直接砍下了密米尔的头，并将之带到了女巫弗雷亚的林中小屋。但就在女巫见到阿特柔斯背上的胡寄生箭头后，显得异常激动，并且立马就将其烧毁，还告诉阿特柔斯这是一种邪恶的产物。之后弗雷亚将密米尔的头复活，醒来以后的密米尔当即就说出了弗雷亚的真实身份，原来她竟然是北欧的爱与性之神，还是奥丁的前妻。在得知弗雷亚竟然是神以后，奎托斯立马带上儿子离开。要知道奎托斯在以前那是被众神伤透了心。之后在密米尔的指引下，父子来到了九界之湖的宫殿，让密米尔与世界之蛇沟通。随着巨蛇再次浮出水面，导致水位下降，并将他们推行到了正确的方向。而想要前往巨人国度，就需要寻找巨人的凿子，并用凿子将一种特殊的符文刻在一处特殊的入口，才能前往巨人国度。随后父子二人一路解决各种谜题，击杀各种怪物，最终成功的拿到了凿子。接下来便是要寻找那个特殊的符文了。但就在离开的时候，奎托斯遇到了之前与巴德尔谈话的那两个雷神的儿子，他们分别叫曼尼和摩迪。见到奎托斯，两人立马动手。就在一番战斗过后，奎托斯见儿子快要失控，也不留情面了，直接一板斧砍死了曼尼。见到奎托斯竟然敢弑神，摩迪慌了，随即吓得落荒而逃。之后父子二人来到了北欧战神提尔的密室，寻找通往巨人国度的符文。但就在密室中，摩迪再次出现，用雷电控制住了奎托斯，并不断用言语羞辱阿特柔斯。终于阿特柔斯忍不住了，体内的斯巴达之怒猛然爆发，然后就咯喽一声晕了过去。看到这一幕，奎托斯也爆发了，直接顶着雷电再次将摩迪打跑。但随后阿特柔斯一直昏迷不醒，无奈之下，奎托斯只好舔着脸回去寻求弗雷亚的帮助。此时的奎托斯就像一个无助的老父亲，对儿子的情况担忧不已。弗雷亚则告诉奎托斯，想要救儿子，就必须前往北欧的冥界，取得看守者的心脏，但那个地方任何火焰都无法燃烧，利维坦之斧也不能对那里的怪物造成任何伤害。奎托斯看向了手臂上曾经缠绕过混沌之刃的伤疤，这一刻他为了儿子，他决定回家，再一次拿起那把曾经弑神无数的双刃，哪怕要再次背负上曾经的伤痛，哪怕这个冥界他不熟。回家的路上，天空逐渐阴沉，随之电闪雷鸣，犹如曾经死在那把双刃下的无数亡魂的悲鸣，甚至连雅典娜的幻象都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这些都无所谓了，既然在北欧的冥界火烧不起来，那么奎托斯也不介意用这把在希腊冥界最邪恶的地方打造出的混沌之刃，砍翻这个号称王者的国度。拿到混沌之刃后，奎托斯一路从家门口砍到了冥界，来到了看守者的面前。这把曾经砍翻过整个希腊的双刃，在北欧的冥界同样杀意尽显。最终奎托斯干掉了看守者，并取得了心脏。阿特柔斯也成功的苏醒了过来。经过了这些事情，奎托斯也不再隐瞒，将自己是神的身份告诉了阿特柔斯。但就在阿特柔斯知道自己是神以后，内心却开始急速的膨胀，随之傲慢了起来。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奎托斯深知这个道理，于是便一直劝导儿子，但也不知道阿特柔斯听进去没。而在提尔的神殿里，奎托斯竟然在一个罐子上发现了自己的画像，但见儿子过来，赶紧就给扔了。看来提尔似乎知道自己以前干过什么。之后他们再次遇见了那个逃走的摩迪。此时的摩迪因为回去向自己的父亲雷神求助，却被雷神视为懦夫，并将之打成了重伤。但摩迪这时还在出言不逊，又加上阿特柔斯在知道自己是神以后态度傲慢了起来，于是阿特柔斯不顾奎托斯的命令，直接杀掉了摩迪，甚至还补了一脚。但奎托斯又不善言辞，只能暂时作罢。最后父子终于来到了通往巨人国度的传送门，但巴德尔却突然出现偷袭奎托斯。而就在打斗的过程中，奎托斯却不小心将传送门毁掉，想要上前的阿特柔斯被奎托斯拦下。但儿子此时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直接先一箭射向了奎托斯，然后又对着巴德尔冲了过去。但结果却是被巴德尔随手拿捏并强行带走。奎托斯也紧跟着追了上去，直接就在巴德尔的坐骑上打得难解难分。误打误撞下，竟然再次掉入了冥界。而冥界当中独有的幻境，让奎托斯知道了巴德尔竟然是弗利亚的儿子。阿特柔斯则是在幻境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连奎托斯都看见了宙斯的幻象。之后父子二人意外地来到了奥丁的密室，通过密米尔的眼睛，在一束壁画上发现了另一种通往巨人国度的方法。随后父子在铁匠兄弟的帮助下，锻造出了通往战神提尔密室的钥匙。而在提尔的密室内，奎托斯硬生生将神殿翻转，成功的找到了通往巨人国度的传送门，并且拿到了战神提尔用于在国度之间穿梭的团结石。而这枚团结石不仅可以穿越北欧的9界，就连中国、埃及、日本、希腊等神界都能到达。紧接着他们跳进虚空，将传送塔对接到提尔神殿的传送装置，但还差一样东西才能前往巨人国度，那就是密米尔被偷走的那只眼睛。而那只眼睛现在就在世界之蛇的腹中。他们再次来到世界之蛇面前，简单的交流过后，世界之蛇非常不情愿地张开了嘴。随后父子进入到了巨蛇的腹中，成功的拿到了密米尔的眼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阴魂不散的巴德尔竟然开始对着世界之蛇发动了攻击。随后世界之蛇将奎托斯父子吐了出来，但没想到的是弗雷亚也来到了这里。一路走来，巴德尔可以说是对奎托斯产生了相当大的仇恨。无奈之下，奎托斯再次和巴德尔战斗了起来，但一旁的弗雷亚却护犊子，将奎托斯禁锢了起来。见到父亲有危险，阿特柔斯义无反顾地挡在了奎托斯的面前。巴德尔可不会留情，直接一拳打在了阿特柔斯的身上，但恰好打在了之前绑在阿特柔斯身上的胡寄生箭头。原来胡寄生正是破解巴德尔不死之身的关键。正好巴德尔天天哭着喊着说因为不死之身而感觉不到疼痛，那么
么接下来父子俩的混合双打，就让巴德尔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什么叫痛。一顿毒打之下，巴德尔被打败了，但弗利亚却阻止了奎托斯下杀手。可巴德尔因为母亲为了让自己活着，剥夺了自己所有的感官，让他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意义。于是巴德尔想要掐死弗利亚，而弗利亚也出于对儿子的愧疚，没有任何反抗。但奎托斯可还欠着弗利亚的人情，于是奎托斯直接走上前去，干净利落的扭断了巴德尔的脖子。巴德尔走了，走得很安详，死者家属情绪非常的稳定，只是当场诅咒起了奎托斯，并说奎托斯是一个只懂得残忍和愤怒的怪物，还要与他势不两立。听到这些话，奎托斯并没有生气，他只觉得弗利亚并不了解自己，于是转过身对阿特柔斯说道：“我的过去不会是你的未来。”因为弗利亚被奥丁下了不能战斗的诅咒，于是只能抱着已经断气的儿子离开了这里。之后，奎托斯终于带着阿特柔斯打开了巨人国度的传送门，来到了9阶的最高峰。即将登顶的时候，奎托斯默默地取下了缠在自己手上的绷带，绷带下那被混沌之刃灼烧的烙印还清晰可见。这一刻，他已经可以直面曾经的过往。而通往山巅的路上，父子二人通过巨人族独有的预言能力所雕刻出来的壁画得知，早在很久以前，巨人族竟然就已经成功的预言出了他们这一路上的经历。而奎托斯的妻子菲也正是巨人族。在经历了这一路的重重阻碍以后，奎托斯终于完成了妻子的遗愿，与儿子一起将他的骨灰扬在了9阶的最高峰。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阿特柔斯告诉奎托斯自己在预言上的名字叫洛基，奎托斯则不以为然，因为当时妻子本就打算为他取名叫洛基，只是奎托斯坚持要用他曾经在斯巴达军中一个副官的名字为儿子取名为阿特柔斯。但巧合的是，洛基正是北欧的诡计之神。距离奎托斯杀死巴德尔已经过去了几年，因他死亡导致的芬布尔之冬逐渐开始在北欧蔓延，这也再次印证了诸神黄昏的预言。不甘失去儿子的弗利亚，经常会伺机偷袭外出打猎的奎托斯父子，好在阿特柔斯在家中设下了保护印记，只要他们回到家中就能摆脱弗利亚的骚扰。而经过了巨人国度的旅程，阿特柔斯也成长了许多，可他们收养的一只叫芬里尔的狼却没能扛过漫长的冬季。这件事情让阿特柔斯伤心不已，但奎托斯必须要让儿子完成每日的训练，好为接下来可能的危险做好准备。可芬里尔的死显然刺激到了阿特柔斯，他不想就这样永远的躲藏下去，而是想去寻找自己在预言中那个叫洛基的真正身份。但在预言中，正是洛基引发了诸神黄昏。如果阿特柔斯真的是洛基，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势必要与奥丁为首的阿萨神族开战。奎托斯自然不会让儿子冒如此大的风险。说罢，阿特柔斯准备独自去埋葬芬里尔，奎托斯则回到屋中休息。自从上次旅途结束以后，密米尔因为占用的空间不多，奎托斯索性也就把他留了下来。就在奎托斯睡觉的时候，妻子菲出现在了他的梦中，他梦见了与妻子打猎时的一幕。在梦境结束的前一刻，菲告诉奎托斯没时间了，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话让奎托斯从梦中惊醒，回过神来的奎托斯发现儿子竟然迟迟未归，于是他当即出门寻找儿子。就在奎托斯来到不远处的小森林以后，一只巨熊突然袭击了奎托斯，奎托斯立马开启斯巴达之怒，刹那间他体内散发的气势瞬间盖过了巨熊。就在他将巨熊杀死以后，巨熊却缓缓地变成了阿特柔斯。好在儿子逐渐苏醒了过来，奎托斯这一刻也明白阿特柔斯觉醒了用情绪来改变形体的特殊能力。见儿子还是无法很好的控制情绪，奎托斯更加坚定了留在家中训练阿特柔斯的决心。但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夜。就在奎托斯回到家中刚闭上眼，突然之间电闪雷鸣，雷声大作。奎托斯拿上武器来到屋外，雷神索尔出现在了庭院中，但他并没有立马动手的意思，而是掏出了蜜酒，想要和奎托斯聊聊。本着多张嘴多双筷子的原则，奎托斯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就这样，希腊和北欧最强的两大战力坐在了同一张桌上，其散发出来的气势让战神都只能恭敬地递上酒杯。敲门声再次响起，北欧的众神之王奥丁也来到了奎托斯的寒舍。来到餐桌前，奥丁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来意，雷神两个儿子以及巴德尔的死他都可以不再追究，但前提是父子二人不能再继续追查战神提尔的下落。原来阿特柔斯一直在背着奎托斯偷偷寻找战神提尔，看似是个很好的提议，但奎托斯却不会容忍这个界域的神明跑到自己家来指手画脚。如果奥丁不想他们去找提尔，那他就一定要去找。奥丁见已经没得谈，转身对索尔交代了一句便离开。索尔见状也觉得是时候向奎托斯讨要两个儿子的血债了。身为北欧的最强战力，索尔的强大毋庸置疑，但奎托斯却不想全力战斗，他不想因为再次弑神引发的后果让儿子有任何意外。可索尔却不会善罢甘休，就算战斗的过程中奎托斯被打晕，他也要把奎托斯拉起来继续战斗。索尔的全力攻击是奎托斯从未遇到过的强大，雷神之锤的每一击都裹挟着死亡和毁灭，在利维坦之斧和雷神之锤的碰撞下，更是直接形成了一道永久性贯穿天际的奇观。就在奎托斯因为有所顾忌落于下风的时候，索尔却开始用阿特柔斯来刺激奎托斯，奎托斯一时间没压住心
心中的愤怒，直接全力的一拳重重的砸在了索尔的脸上，然后拼尽全力才勉强压制住了心中的怒火。索尔见奎托斯展现出了属于战神的实力，想着之后还有机会一战，于是他掰掉嘴里断了一半的牙齿，心满意足的离开了这里。这时矮人铁匠布洛克和辛德里两兄弟出现，在他们的帮助下，通过传送门，奎托斯回到了家中。而在他与索尔大战的时间里，奥丁竟然私下邀请阿特柔斯前往他统治下的阿斯加德做客。如今他们所在的地方已经不再安全，无奈之下，奎托斯只好答应阿特柔斯一起前往森林的深处，寻找有关战神提尔所在的线索。随后父子来到一处壁画前，在阿特柔斯解除了壁画上的封印，进入其中的光之井以后，真正的预言呈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在诸神黄昏的预言中，巨狼斯库尔和哈提一旦成功吞噬了太阳和月亮，诸神黄昏就会开启。于是奥丁囚禁了巨狼斯库尔和哈提，但随后两只狼被巨人族救下，并且安置在华纳神族的居所华纳海姆的某个地方。巨狼得以再次追逐太阳和月亮，可没多久月亮就被偷走，好在有个神秘人找回了月亮，接着便是日全食出现。后来巨狼追逐一支箭，一切也回归了正常。随着壁画上故事的发展，诸神黄昏降临，而带领大军对抗奥丁的正是手持红银枪的战神提尔。再结合阿特柔斯之前看到了提尔被囚禁的画像，也就是说战神提尔肯定还活着。而根据画像的提示，密米尔猜测提尔很有可能在矮人的国度斯瓦塔尔法海姆。奎托斯本不想多管闲事，但他也明白阿特柔斯肯定会走上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如今森林中的小屋不再安全，于是父子二人在矮人铁匠辛德里的安排下来到了他们的家中。而矮人铁匠布洛克也能为奎托斯打造新的装备，之后通过矮人兄弟打造的特殊装置，再利用密米尔的眼睛成功的解锁了前往矮人国度的传送门。辛德里还将世界树的种子交给了奎托斯，这样他就能随意前往已经解锁的界域。通过传送门，父子二人终于来到了矮人国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先去询问铁匠两兄弟的表亲德尔林，或许从他那里就能知道更多关于提尔的线索。但这里的矮人因为被奥丁统治，导致他们并不欢迎奎托斯父子。好在还是成功的找到了德尔林，没曾想德尔林还是飞的盟友。曾经他们试图反抗奥丁，虽然德尔林看似冷漠，但还是帮奎托斯在地图上标注出了战神提尔的位置，甚至还给了阿特柔斯一块不同寻常的石头。根据地图的指引，他们坐上轨道车，朝着矿场深处前进。路上他们稍微遇到了一点小颠簸，好在父子二人还是平稳落地。经过路上的再一次更换交通工具以及无数的解谜和战斗过后，奎托斯拉开了关押提尔的大门。果然提尔还没有死，而是被关押在了这暗无天日的矿洞之中。随着奎托斯解开提尔身上的束缚，提尔也认出了眼前这个曾经屠戮希腊众神的弑神者，但他的状态却异常的糟糕。提尔已经被奥丁折磨得彻底失去了斗志，像个懦夫一样的逃走。在奎托斯强行为他提振精神以后，他也暂时缓过了神，可他再也无法拿起武器参与战斗。见提尔目前暂时帮不上忙，奎托斯只好先带着他回到了矮人兄弟的家中。在房间里，他和密米尔谈论起儿子。对于儿子参与到诸神黄昏预言中的行为，让奎托斯极其担心他的安危。恰好这时躲在窗外的阿特柔斯听到了二人的谈话，并且知道了他们正无法让弗雷亚成为盟友而发愁。为了证明自己，阿特柔斯准备独自前去劝说弗雷亚。好在辛德里这几年一直在暗中帮助阿特柔斯探索各个地方。在辛德里的建议下，阿特柔斯准备先去九界之湖寻找世界之蛇，询问自己有关洛基的身份以及接下来该怎么做。在路上，他看到眼前出现的宝箱，不由得想起了老父亲开箱时候的英姿。想到这里，他卯足了劲，对着箱子就是狠狠的一拳，然后箱子没裂开，他的手裂开了。之后，阿特柔斯开始呼唤世界之蛇，随着地面的剧烈震动，世界之蛇再次出现在了冰封的九界之湖上。但经过与巨蛇的沟通，阿特柔斯只听懂了他说的铁森林3个字。一头雾水的阿特柔斯只好独自前去寻找弗雷亚。在整理好思绪以后，他来到了弗雷亚的面前，但情绪激动的弗雷亚看到了阿特柔斯身上曾经破解巴德尔不死之身的胡寄生箭头，可因为之前的相处，让弗雷亚始终无法对阿特柔斯下手。见有商量的机会，于是阿特柔斯一股脑将奥丁来找他们以及提尔还活着的消息全都说了出来。原来奥丁已经设法避开了诸神黄昏的预言。知识守护者格罗亚曾预言，在诸神黄昏中会有一支巨人族的军队围攻奥丁所在的阿斯加德，但之前父子前往巨人国度的时候，却发现那里连一个巨人也没有，唯独只剩下了阿特柔斯一个巨人。而奎托斯的妻子菲也正是巨人国度最后的守护者。如果连弗雷亚也不愿意反抗奥丁的统治，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被奥丁掌控。但弗雷亚始终对儿子的死耿耿于怀，他不由阿特柔斯继续说下去，干脆直接送客。有些失落的阿特柔斯与辛德里会合后回到家中，所有人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于是他们准备前往精灵国度亚尔夫海姆，在那里的格罗亚神殿之中，或许有着更多关于诸神黄昏的线索。随后布洛克说自己跟房东换取了前往精灵国度的世界树的种子。来到传送门，那个神秘的房东也爬到了奎托斯的身上，而他正是负责照料世界之树的松鼠拉塔托斯克。在他帮忙用嘴把种子上的树枝清理干净以后，奎托斯父子和提尔再次踏上了前往精灵国度的路。在历经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后，奎托斯又再一次见到了世界之柱，之前在光柱中飞的幻想还历历在目。他不由得向着光柱伸出了手，但儿子却在此时拦住了奎托斯。奎托斯也只能恋恋不舍地继续前进。终于他们来到了格罗亚神殿，阿特柔斯再次解除壁画上的封印，并进入到了光之井中。然而接下来的景象让在场的人震惊不已。原来格罗亚将
将自己预言到的诸神黄昏告知奥丁以后，他便被这位众神之王残忍杀死。而接下来的场景便是之前世界之蛇提到的铁森林，同时这也是巨人神话中的庇护所。临死前，格罗亚要求奥丁将他的骨灰送回巨人国度，并让他的灵魂在世界之光里面得以安息。但奥丁自然不会这样做。然而，一个人的出现捍卫了格罗亚的遗愿，随之而来的便是诸神黄昏的另一种结局。原来格罗亚欺骗了奥丁，诸神黄昏不会令万物归于寂灭，只会将奥丁连同阿斯加德一起毁灭，而其他的界域则会安然无恙。但密米尔却觉得预言都很狡猾，不能轻易的相信。在得知这一切后，奎托斯父子带着不敢参与战斗的提尔，一路杀回了传送门的入口，并回到了辛德里的家中。在众人吃饭的时候，阿特柔斯再次提起了母亲指引他们踏上这段旅程背后的意义，但此言一出，显然刺激到了奎托斯的内心，父子俩只能在这段谈话中不欢而散。回到卧室，担忧不已的辛德里安慰了他以后，阿特柔斯便想着铁森林的事情逐渐睡去。而在梦中，他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着他的过去，甚至还有他亲手杀死魔敌的那一幕。再次回过神，阿特柔斯竟然来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铁森林。森林里有一个名叫安格尔伯达的女孩，她和阿特柔斯一样是巨人族。女孩竟然直接称呼阿特柔斯为洛基，并表示自己一辈子都在等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安格尔伯达带着阿特柔斯来到了他所在的树屋中，而在这里，阿特柔斯再一次见到了之前父子二人那段旅程的预言。但预言的最后一段却刻画着阿特柔斯会为奥丁效力，父亲奎托斯最终也会死去。见到这一幕的阿特柔斯当场失去了控制，好在安格尔伯达及时控制住了他的情绪，但未来的路始终不能因为预言而放弃。于是阿特柔斯决定暂时为安格尔伯达做些事情，以便了解更多有关巨人的信息。而在接下来的相处中，两人逐渐成为了好友。在安格尔伯达的指点下，阿特柔斯很好的学会了吸取体内的斯巴达之怒，并用自己的情绪来变成相应的动物。随着他们来到逝者之谷，安格尔伯达告诉阿特柔斯关于巨人消亡的真相。原来他们受够了活在奥丁的统治之下，所以选择了逃避。于是巨人们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在了这一颗颗的圆珠里，并且留下一堆尸骨来迷惑奥丁。而他也顺应自己在预言中的行为，亲手将手里的圆珠交给了阿特柔斯保管。阿特柔斯本想让安格尔伯达和自己一起对抗奥丁，但他却在预言里见到了自己会在中途消失。巨人是非常遵守预言规则的，于是阿特柔斯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们最后一段的旅途中，阿特柔斯帮助安格尔伯达从他已经迷失心智的祖母手中救下了被夺走灵魂的动物。做完这一切，阿特柔斯也是时候回家了。在回到树屋中以后，安格尔伯达将属于飞的圆珠交给了阿特柔斯，但圆珠里并没有飞的灵魂，这也意味着母亲已经彻底的逝去。想着预言中父亲奎托斯的死亡，两人一起进入了梦乡。随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就在阿特柔斯启动传送门的那一刻，奎托斯的胸膛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原来他已经失踪2天了，因为答应了安格尔伯达保守铁森林的秘密，导致得不到答案的老父亲异常的愤怒。因为这件事情，二人产生了争执，像不像你小时候出去通宵上网回家以后的名场面？但这时突然出现的女武神打断了父子二人的对话。就在战斗的过程中，奎托斯发现这位女武神竟然是弗雷亚。阿特柔斯见父亲有生命危险，再结合之前的预言，让他瞬间化身为一只暴怒的巨熊。但奎托斯极力的阻止并安抚了儿子的情绪。发泄完怒火的弗雷亚也表示愿意单独和奎托斯谈谈。随后辛德里将阿特柔斯接走，弗雷亚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让奎托斯帮助自己解除掉将他束缚在凡人国度的魔法。于是在布洛克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弗雷亚的故乡华纳海姆，去寻找打破束缚的源头。之后的路上，可能是出于对弗雷亚的愧疚，奎托斯将亲眼看见弟弟德莫斯惨死，以及离开他深爱女儿卡利厄佩的经过，都告诉了弗雷亚。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重新思考复仇的必要性。在经过了艰难的战斗过后，弗雷亚成功的破除了奥丁对他的诅咒，并准备与奎托斯一起对抗奥丁。二人回到辛德里的家中以后，奎托斯立马质问起阿特柔斯，他失踪的2天是不是去见了奥丁？闻讯赶来的众人一听，立马开始对其口头教育，这让本就到了叛逆期的阿特柔斯瞬间失控。接着他便冲破了大门，在老父亲无奈和失望的目光下离家出走。既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阿特柔斯索性找到了奥丁的渡鸦，让渡鸦将自己传送到了阿斯加德。在这里，他结识了生活在哈林多尔之墙外的村民斯凯尔德，并在村民惊讶的目光中徒手爬上了万丈高的城墙。即将登顶的时候，一个陌生人将阿特柔斯拉了上去。这个人正是阿斯加德守护者海姆达尔，他对奥丁极其忠诚，而且具备能够读心的能力。海姆达尔极其仇视阿特柔斯的巨人身份，甚至百般刁难和羞辱阿特柔斯。好在索尔和奥丁及时赶到，化解了阿特柔斯的危机。奥丁对阿特柔斯极其的尊重，给他安排了住处，甚至还将一柄叫英格丽的魔法剑送给了阿特柔斯。但得到了别人的好处，总归是要付出点什么。于是奥丁将一块面具碎片交给了阿特柔斯，他希望阿特柔斯能够去寻找其余的面具碎片，这样他就能通过面具找到空间裂缝里所蕴藏的无穷真理和知识，甚至能够彻底阻止诸神黄昏。随后奥丁便叫来了索尔与阿特柔斯同行。Get down here. All, Father.
接着二人便被奥丁传送到了火之国穆斯贝尔海姆。显然阿特柔斯和索尔这对奇怪的组合不能维持太久，于是阿特柔斯趁着自己没被锤子砸扁之前，成功的找到了其中一块面具碎片。而在期间与索尔短暂的分别中，阿特柔斯再次遇见了安格尔伯达。在安格尔伯达的指引下，他们进入到了一幅壁画的光之井中，并发现了更多有关诸神黄昏的预言。预言中显示，火巨人史尔特尔和双巨人辛马拉因为相爱融合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巨人，然后这个巨人在诸神黄昏中摧毁了阿斯加德。值得一提的是，之前阿特柔斯与安格尔伯达在铁森林曾将有着巨人灵魂的圆珠引导进了一只失去灵魂的蟒蛇体内，并且这只蟒蛇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在完成了火之国的旅程后，为了更多的了解奥丁究竟有着什么目的，他选择继续帮助奥丁收集面具碎片。而老父亲奎托斯这边，在意识到儿子随时有可能丧命以后，奎托斯只能用曾经在希腊寻找答案的方法，那就是去问谁知道问谁，而知道答案的很有可能是北欧这片土地上的命运三女神。只要找到他们，奎托斯自然有办法让他们开口。反正所谓的三女神死在他手里的已经有2批了。说罢，他便带上弗雷亚出发。在通过了命运女神的试炼后，他们坐上了一匹神秘的水马，这让奎托斯不禁想起了曾经在泰坦身上与之交战的海马。似乎是不太喜欢奎托斯这个话题，水马瞬间变换了形态并潜入水中，将他们带到了命运三女神的所在。三女神对奎托斯说了一些魔言魔语的话，唯一有用的信息便是之前那个拥有读心能力的海姆达尔将会杀死阿特柔斯。就在他们离开水中以后，弗雷亚发现了一件能够在决战中对奥丁有奇效的上吊绳。在知道了关键的信息以后，奎托斯觉得既然只有海姆达尔的死才能让阿特柔斯活下来，那么他就必须死。但因为海姆达尔独有的能力，奎托斯目前的武器并不能伤害他，所以只能打造一种克制他的武器。在铁匠兄弟的帮助下，通过断炉女神的锻造，奎托斯拿到了这把足以开山裂石的德罗普尼尔长矛。但因为这次寻找断炉女神的经历，让密米尔发现布洛克竟然缺失了一部分灵魂。原来多年前布洛克死在了一次意外事故中，辛德里自然无法接受，于是他将布洛克的灵魂偷了回来，但却只拿回了布洛克3/4的灵魂，才导致他成为了现在这副模样。出于愧疚，辛德里才隐瞒了这件事。布洛克虽然嘴上不饶人，但还是选择继续假装不知道。布洛克和辛德里两兄弟也彼此心照不宣。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仿佛是知道了奎托斯想要做什么，奥丁随之现身，并且声称阿特柔斯是实现和平的钥匙，想要劝说奎托斯回头是岸，还说奎托斯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神了。奥丁显然不知道宙斯怎么死的。Return my son, or you may meet the god I once was. 见无法动摇奎托斯的决心，奥丁只能离开了这里。随后奎托斯回到家中，扔下手中的武器，脱下身上的铠甲。奎托斯身上那道被奥林匹斯之剑贯穿的伤口还清晰可见，他准备好好的休息一晚，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回到阿特柔斯这边，他再次开始为奥丁寻找面具碎片，而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便是王者国度赫尔海姆。这一次与阿特柔斯同行的则是雷神的女儿斯路德以及那个嘴尖的海姆达尔。就在他们到达王者国度以后，海姆达尔先一步离开。在之后的一段冒险中，阿特柔斯借这个与斯路德独处的机会，与他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但随后阿特柔斯因为判断失误，想要进入面具碎片所在的地方，释放了地狱犬加姆，最后面具碎片也没找到。但释放加姆导致的后果便是他将会撕裂9阶的空间。正好海姆达尔一直看不惯阿特柔斯，于是他趁这个机会百般羞辱，就连想要来劝阻的斯路德也被他打倒在地。回到阿斯加德以后，奥丁并没有要多加怪罪的意思，但阿特柔斯此时却想回家了。他将面具和英格丽交给奥丁以后，便回到了辛德里家中。但此时因为加姆撕裂出的空间裂缝，导致大批的幽冥行者出现在9阶各处。就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奎托斯及时出手救下了儿子。在解决掉大批的敌人以后，父子二人终于再次相见。阿特柔斯紧紧地抱住了父亲，奎托斯心里的怒火也在这一刻彻底消散。但现在还不是团聚的时候，阿特柔斯必须承担犯错的后果。身为父亲的奎托斯会跟他一起去弥补。于是父子二人启程，再一次来到了这北欧的冥界。他们一路追赶加姆，奎托斯直接和这头地狱犬战斗了起来。他用混沌之刃的锁链与加姆开始了极限拉扯。阿特柔斯顺着铁链爬到其头顶，将随身携带的小刀狠狠地插进了加姆的头顶。而这把小刀里面有着芬里尔的灵魂，灵魂进入其中以后，芬里尔取代了加姆，他再次成为了那条与阿特柔斯亲近不已的狼。奎托斯也意识到了自己斯巴达式教育的缺陷，于是他与儿子约定好，在未来的日子他们会彼此换位思考。奎托斯也真诚地对儿子做出了道歉，父子俩的隔阂也因此彻底解开。回到家中以后，阿特柔斯向众人说出了奥丁正在寻找面具碎片的事情，一旦成功，奥丁将会与无穷的知识融为一体，变得无比强大。在知晓这件事情以后，弗雷亚当即前往华纳海姆组织人手，奎托斯父子也在随后赶到。在这里他们遇见了一位老友，正是之前那只被阿特柔斯射伤的野猪希尔，他一直都是弗雷亚最信任的人之一。随后奎托斯将被偷走的月亮夺回，准备让巨狼重回天空。正如父子二人在预言上所看到的，他们就是那个让斯库尔和哈提重新追逐日月的神秘人。不过阿特柔斯此时却犹豫了，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也就顺应了预言。但奎托斯却对儿子认真的说道，命运只会在你认命的时候束缚你。明白了父亲的意思，阿特柔斯一箭射向了天空，接着巨狼斯库尔冲向天际，黑夜瞬间划破白昼。
为了感谢父子俩，巨狼赠予了他们一件能够随时改变白天与黑夜的礼物。随后，奎托斯准备前去帮助弗雷亚，从奥丁手下的英灵战士手中解救他的弟弟弗雷。弗雷曾经也是精灵国度的国王，可就在众人前进的路上，海姆达尔突然现身前来阻止奎托斯。这个能够读心的敌人给奎托斯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奎托斯可杀过比他更强大的敌人。在打败海姆达尔以后，奎托斯对他产生了一丝怜悯之心，但海姆达尔却扬言要杀死阿特柔斯。此言一出，奎托斯直接废了他一条手臂。见他执迷不悟，还要反抗，再加上秘密女神的预言，奎托斯索性活生生掐死了海姆达尔。为了儿子，再做一次弑神的怪物又如何？随后，奎托斯将他身上的加拉尔号角取下，这个号角能够吹响诸神黄昏。随后，奎托斯救出了弗雷，并背着他在众人的掩护下一路逃出了英灵战士的追杀。但在路上，华纳神族的比尔吉尔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与敌人一起从空中跌落，生死未知。如今诸神黄昏的预言几乎都已完成，但阿特柔斯始终觉得奥丁想要从面具碎片中获得知识才是关键。于是阿特柔斯带上与父亲的约定，再次回到了家中，发现巨兰芬利尔真的回去了，并且安格尔伯达也再次出现。于是阿特柔斯嘱托好他照顾好芬利尔，便再一次来到了阿斯加德。奥丁见阿特柔斯回来，便让他去叫上索尔与之同行。当他带上斯路德前去酒馆找索尔的时候，却发现索尔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在几人将酒馆砸得稀巴烂以后，作为索尔女儿的斯路德却对父亲因为奥丁不重用自己而自暴自弃的行为而感到失望透顶。随后清醒过来的索尔便与阿特柔斯再次寻找面具碎片。路上阿特柔斯不断安慰索尔，这让两人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最后阿特柔斯成功的找到了最后一块面具碎片，奥丁也在这个时候现身，但索尔的妻子西弗也随之出现。见阿特柔斯没有了可以保命的价值，于是他以2个儿子的死来激怒索尔。果不其然，头脑简单的索尔瞬间暴怒，他不顾奥丁的劝阻，想要杀掉阿特柔斯。幸好阿特柔斯利用保命的传送符咒成功逃脱，并将完整的面具碎片也一同带走。回到家中，众人开始商议接下来的行动。于是他们准备前去寻找史尔特尔，这个人正是诸神黄昏大战的关键。只要史尔特尔和他的妻子辛马拉结合，就能在大战中变成强大的巨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尔却提议再次潜入阿斯加德，使用奥丁的面具，让他们自己获得其中无穷的知识。但这个时候，布洛克却发现了提尔的反常，一直咬着提尔说他明明知道怎么去阿斯加德，却一直没有说出来，甚至直接打掉了提尔手中的面具。但接下来却发生了最不愿发生的一幕。You never shut up! 原来提尔早就已经死了，一直都是奥丁变成提尔的样子迷惑众人。奥丁趁这个机会挟持了阿特柔斯，在他即将逃跑的关键时刻，奎托斯从他手里强行夺下了面具。可是，一直以来刀子嘴豆腐心的布洛克却已经无力回天。临死前，他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了辛德里隐瞒自己的行为，可因为布洛克的死，辛德里沉浸在了悲痛之中。遭遇了这种变故，奎托斯决定带着阿特柔斯回家。他用另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教导儿子，暂时逃避的行为并不是想要放弃，而是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不能为了报仇而分心。重新振作起来的阿特柔斯前去找到了辛德里，但失去了家人让他性情大变。辛德里觉得他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了阿特柔斯，但最后得到的却是失去家人，这让他永远无法原谅阿特柔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奥丁付出代价。于是父子二人再次与弗雷亚会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联合各个界域来对抗奥丁。弗雷负责前往精灵国度招募精灵，希尔则前往王者国度招募王者大军。作为曾经的女武神王，弗雷亚则需要召集已经自由的女武神。这个时候辛德里也出现，他表示自己愿意前往矮人国度招募矮人大军，而奎托斯则需要前往火之国寻求史尔特尔的帮助。当奎托斯父子找到这位火巨人以后，他果断地选择了拒绝，因为一旦参与诸神黄昏之战，他的爱人辛马拉就会被牵扯进来。但史尔特尔见到奎托斯身上的混沌之刃后，他改变了主意，因为混沌之刃里面的原始之火能够激发出他体内的力量。于是奎托斯将2把混沌之刃插进了火巨人的心脏之中，刹那间冰与火交织在史尔特尔的身上，并且坠入虚空之中。但这时奥丁统治下的2位堕落女武神从天而降，与奎托斯父子展开了战斗。身为奥丁手下的主要战力之一，女武神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但他们的对手则更加恐怖。奎托斯父子双双发动斯巴达之怒，将所谓的女武神完全碾压。当父子二人做完这一切，弗雷亚也在9界之火的中心等候多时。他们已经凑齐了9界所有能够参与战斗的大军，现在就只差一个能够领导大军的将领，而奎托斯正是那个最能担此重任的人。但对于奎托斯来说，这无疑又再一次揭开了他曾经的伤疤。不过这一次不一样了，他为了儿子，为了妻子的遗愿，为了被奥丁统治下的9界众生，就算是再次成为那个统领斯巴达的将领又会如何？于是奎托斯答应了弗雷亚的请求，他再次以战神的身份率领众人来到了提尔神殿，并吹响了加拉尔号角。诸
神黄昏之战彻底拉开了帷幕，9界的大门在号角声中陆续开启。奎托斯率领众人攻入阿斯加德，这一刻，响应号召的界域大军发起了总攻。漫天有如蝗虫般的光精灵与暗精灵从天空跨越哈林多尔之墙，率先发动进攻。雷神索尔带着痞靡天下的气势前来阻挡，随后便与世界之蛇展开了战斗。就连巨狼芬里尔也撕破空间加入了战斗，攻势犹如巨狼一般。史尔特尔化为的巨人遁入虚空来到了阿斯加德，但随后赶来的辛德里却没有召集矮人大军，而是带着矮人的意志，将负责防御的战争机器化为乌有。巨人得以再次向着哈林多尔之墙前进，但奥丁却以城外的凡人作为守护城墙的第一道屏障。于是阿特柔斯前去营救，但途中却遇到了雷神的女儿斯路德。这时斯路德的母亲西弗前来相劝，因为在奥丁的眼里只有追求力量的野心，没有亲情。于是斯路德也趁此机会倒戈，与阿特柔斯一起向着城内杀去。但此时世界之蛇与雷神的战斗也在最后一击中随着世界之蛇的凭空消失而告终。于是雷神立马将矛头对准了奎托斯，至此北欧与希腊最强的战力开始了决斗。雷神的每一击都裹挟着死亡与毁灭，但奎托斯体内的弑神之力同样杀意尽显，就算是肉身硬抗雷电又如何？紧接着雷神之锤和利维坦之斧再次碰撞，就算是这位北欧的最强战力也无法承受奎托斯那弑神无数的力量。很快索尔便在对拼之中败下阵来，但这一次奎托斯很好的将怒火收敛，他耐心的劝导索尔，让索尔好好的为自己女儿着想。就在索尔犹豫不决的时候，奥丁随之现身，他要求已经被打败的索尔再次与奎托斯战斗。见奥丁这种完全不顾亲人的行为，他直接扔掉了手里的雷神之锤。但对于奥丁来说，索尔的行为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见奥丁已经无药可救，奎托斯随后便和赶来的儿子与奥丁展开了最后的决战。他手里的混沌之刃再一次发出光芒，带着横扫一切的气势，不断的向着奥丁发动进攻。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弗利亚带着上吊绳将奥丁束缚，可这位狡猾的众神之王又再一次逃脱。借着黑暗的掩护，他还想诱导阿特柔斯解开面具中的力量，但这一次阿特柔斯已经真正的成长了，他直接当着奥丁的面掰碎了面具。奥丁苦苦追寻的一切顷刻化为乌有。接下来便是来自从主家庭的殴打。奥丁在一连串的攻击下终于败北，于是阿特柔斯上前将奥丁的灵魂封印在了曾经巨人所逃避的圆柱当中，而这一幕也印证了奎托斯死亡的预言。但倒在阿特柔斯怀里的则是奥丁，他们改变了预言。而在这一刻，弗利亚觉得就算是亲手杀死奥丁，也无法将自己生命变得完整，于是他将决定权交还给了阿特柔斯。就在这个时候，辛德里突然出现，直接一锤将奥丁的灵魂砸了个稀巴烂。他也终于为布洛克报了仇，但巨人的攻击可不会停止。幸好安格尔伯达带着芬尼尔撕裂空间前来救援。趁这个机会，众人赶紧离开阿斯加德。可就在最后一刻，弗雷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奎托斯一行人。当阿特柔斯再次醒来的时候，诸神黄昏已经结束，奥丁的政权也彻底瓦解。这一路结伴而行的好友也各自对阿特柔斯表达了谢意和肯定。故事的最后，安格尔伯达带着奎托斯父子来到一处壁画前。原来当初在9界最高山峰留下的壁画，只是预言了奎托斯一个人而已，而非为了让父子二人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他不惜与自己的族人为敌，将属于阿特柔斯的壁画毁掉，可见飞对父子的感情之深。于是阿特柔斯对奎托斯说道，他准备继续去完成寻找其他巨人的使命。作为父亲的奎托斯明白，儿子已经长大了，他只希望阿特柔斯能够记住他们之间的承诺。在父子二人相拥之后，奎托斯与阿特柔斯正式分别。但就在奎托斯来到壁画背面的时候，他发现了壁画上最后的预言。壁画上正是奎托斯在希腊因为完成了对众神的复仇，遭到了世人的唾弃，从而来到了北欧。但预言的最后却是因为他在期间做出的改变，成为了被万人所敬仰的新晋北欧战神。奎托斯那时刻缠绕自己的悲痛过往，在这一刻彻底释怀。是的，奎托斯哭了，他此时的内心已经无法用言语所描述，但却将屏幕前的我深深触动。在稳定了情绪以后，奎托斯来到了弗利亚的面前，他将与弗利亚一起重建诸神黄昏后的北欧。而在这之后，奎托斯将会踏上一条他从未想象过的道路。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